有人问我什么是江湖？金钱、权势。老大，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都说落地大留了2分给我闯，生父母不想要我，出生第3天就把我扔在了街上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善良的阿公，他把我捡回家，带我长大，送我上学。在阿公的庇护下，我的童年和青春过得还算幸福。在我刚好高3那年，情况发生了转变。最后一次模拟考结束后，我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。我以为班主任又是想表扬我这次考得好，没想到传来的却是噩耗。狂野，回家一趟吧，你爷爷走了。这一刻对我而言却是平地惊雷，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没了。班主任给了我20块钱，叫我赶紧坐车回家去看看。我在鹅城市区念高中，我家在村里头，印象中都是阿公和姑姑在带我，因为我养父母有自己的小孩要带，他们不是很喜欢我。到了3年，我还是回来晚了一步，阿公已经入土为安。我看着眼前冰冷的墓碑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姑姑说发烧40多度，烧了16个小时才走的。几天前半夜走的，你阿公怕影响你考试，不让和你说，几次喊你名字。我呼吸很困难，跪在阿公的墓碑前，流出眼泪。走了也好，不用受那么多苦了。我养母小声说道。我巡视了一圈，问姑姑陈诺夫呢？跟领导去视察了，回不来。我养父答了话，陈诺夫是我哥，在彭城，离这里不过200多公里。那是改革前夜，超级大都市，繁华得很，交通便利，不存在没车回家的情况。他今年刚实习，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头。陈诺夫是阿公的亲孙子，这次没回，我感觉心寒。吃完午饭，家里人坐在了一起。我养母建议我别回学校了，说家里供不上了。阿公走了，供我读书的那份压力就落到了他们的身上。哥不是毕业了吗？他实习才1200的工资，彭城租房就得500一个月，还得谈女朋友，哪里有钱供你？养父母早就不想让我读书了，之前阿公还在，他们还会顾及一下，现在阿公没了，他们就摊牌了。狂野几次模拟考都是年级前3，复读可惜了。4年大学好几万，还不如早点打工挣钱。彭城现在机会多，去外头闯去吧。姑姑拉着我的手，不停流泪。我知道她很难，之前是阿公和姑姑一起负担我的学费，现在阿公没了，姑姑自身能力有限，一个人供不起我。我相信，但凡她有办法，都会供我读下去的。姑姑嫁到我们镇上，靠种田为生，姑父又是个江湖人，被判了10几年，她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没说话。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打算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只是想赶紧离开这。姑姑拉着我的手，给我塞了500块钱。你姑父在彭城有个朋友，你去找他。我只拿了200，不敢多要。来到了县里，这会儿已经是傍晚，没多久就是高考了。我不甘心，很憋屈。我有把握，只要我读下去，将来成就一定比陈若甫高。可是现实不允许我继续读下去，我很烦，想找人倾诉，于是来到了一个足浴养生店。这里有个姑娘跟我关系不错，她是跟我同村肖丽珍。阿珍是我们村最好看的女孩，我俩同年，初中那会我们一起骑单车去镇上上学。我去市里读高中后，她就来东门县打工了。这会儿阿珍正坐在沙发上，低头用手机发着消息。18岁的女孩真好看，我跟她也很久没见了，这一看忽悠女大18变之感。怎么说呢，就是看了她之后就会很激动，她的神态和打扮让我感觉自己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阿珍，狂野，你回来了。我可以感觉到阿珍的雀跃，但是很快阿珍的脸又冷了下来，走过去跟黑短袖男子小声商量着，想请假出去下。那个男人目光阴沉地看着我，可能看我身上的校服就知道我不是坏人，这才点头让阿珍出来。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比阿珍高，我有1.8米，这样的落差，我很容易看见阿珍身前的雪白，我不是很开心。走，我请你喝糖水。路人的目光让我不安，一时间我感觉我跟阿珍也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因为她显得很开放，印象中还没有姑娘这样抱着我的手臂逛街。在糖水店里，她又问我啥时候回来的，昨天回来的，没见着我阿公最后一面。上周我回村就听我妈说你阿公身体快不行了，我以为你家里人会叫你回来，看来你阿公是不想影响你考试。对了，这次考试还顺利吗？还可以。那就好好读，别辜负了你阿公对你的期望。我读不下去了。你上大学要多少钱？听了答案之后，他的脸色不由为之一动。他家也不容易，我猜他想帮助我，但显然他没有那个实力，所以我根本不会问他开口。我只是想让他陪陪我，因为他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。狂野，你想读就去读吧，我能挣钱，到时候我借钱给你读大学。没文化是真不行，什么工作都找不到，像我只能做最卑微的事，被人瞧不起。你干这个能挣几个钱？努力，1个月6、7千是可以的。我当场震惊了，我哥是大城市国企的，还是名牌大学的，实习不过1200的工资，他却能挣6、7千。阿珍又说这是好的时候，差的时候也就3、4千的样子，由此我也就明白了他的工作。
当时就很难受。我每个月要给家里钱，剩下的我可以存着给你。你到了大学也打工，这样学费应该不成问题。你成绩这么好，不读真的很可惜。你别说了，我眉头一拧，声音低沉的呵斥了一句，心里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，非常的膈应，非常的不舒服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做这行的他们，又怎么能用他的钱去读书？还是这样挣来的钱？阿珍哭了，很显然，她承认了我的猜想，知道自己做的工作不被我认可。我很想逃离这个地方，离开了汤水店。阿珍跟在我身后，距离我4、5步远。我在县城河堤边不停地走着，她一直跟着。狂野，你别这样。她终于走不动了，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她的哭声让我心碎。阿珍是个好女孩，一直很老实，就是家里穷，跟我一样。她也很无奈，除了那样的工作，她还能干些什么？我尚可一走了之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可是阿珍不能，她背负的太多了。她的哭声击碎了我的心，我也跟着流眼泪，转头来到了她的身边。阿珍站起来抱住我，在黑暗的河堤边放声大哭起来。她抬起来头，静静地看着我眼睛。我发现她是那样的美，我感觉她的心跳在加速。而后阿珍慢慢闭上了眼睛，双唇送了上来，那是我的初吻。在黑漆漆的河堤边，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。狂野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去彭城打工，我要搞钱，不想再过穷日子了。那也好，我也想去彭城，这里离家太近了，不好。你在那有熟人吗？有个表姐在彭城的宝香区。那你过去还做这个吗？不做了，去做啤酒妹。我姐说一个月也可以搞2、3千，我每个月只要给家里2000就行。大城市就是不一样。你晚上怎么住？我找个网吧，明天再去彭城，这个点也没车了。我带你住旅馆吧，网吧休息不好。那是个带有独立洗手间的旅馆，一个晚上50块。阿珍给的钱。阿珍让我去洗澡，她自己则下了楼，说给我买点吃的。等我洗好澡，阿珍已经打包好东西回来了，2个肉夹馍和一些烧烤，加上2瓶可乐，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加宵夜。我们吃得很开心，村里想吃这些东西还吃不上呢。谁一直给你打电话？阿火，我们店的老板，没事，不理他。晚上你还要回去上班吗？不了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彭城，不在这干了。今天我第一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，估计他和我一样，也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，亦或者对今晚要发生的事，他和我一样的兴奋。我是处男，可是我故意不告诉他，怕他有负担。吃完后，阿珍进了浴室，没多会儿，她就围着个浴巾出来了，白皙的脸上挂着红晕，多了分娇羞。我尽量不去想她的工作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子上。你没谈过女朋友对吗？阿珍戳破了我的秘密，或许我初吻的生疏已经出卖了我。你干嘛？我们这样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，我就是想给你。这让我很感动，不再有顾虑。她成了我的第一个女人。狂野，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死缠着你。我知道自己的过去，你将来要是遇上真爱，你可以娶她，我不用你负责，我只想做你的女人，哪怕只有1天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2个苦命人共同憧憬着属于我们的未来。对于彭城那个大都市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想象。突然房门被踢开，我们都吓了一跳。来人正是美发店那个穿着黑短袖的男人阿虎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。有人问我什么是江湖，金钱、权势。老大，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阿火抬起腿就踹了我一脚，把我踹倒在地上。阿珍赶紧过来扶我，阿火上前又给了阿珍一脚。我操你妈！我要去救阿珍，那阿火转身又给了我一巴掌，当场我的嘴角就流出血来。火哥，你别为难他。我趁机跟阿珍抱在了一起。说实在的，我挺害怕。小子，你敢拐我店里的姑娘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不是的，阿火哥，是我不想干了，求你别为难他。操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肖丽珍，你要走也可以，把今晚的损失给我补回来。晚上秦老板点名要你接客，你没按时回店里来，跑到这和小白脸约会，害我损失一个大客户。我不是还有钱在你这吗？我都不要了。那才多少钱？3天一结账，少说也有小1000了吧？不够，你要走得再给我5000，否则你休想走。我没钱，火哥，我也给你挣不少钱了，求你放我一马吧。没钱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去上班，挣够了钱再提走的事。说罢手一挥，示意那2个小弟把阿珍拉走。2个年轻人上前来，一人抓着阿珍的一条手臂，就把阿珍往外拖。我彻底炸了，我以最快的速度抡起拳头，照着阿火的脸全力打去。你特么的敢动我，给我砍他！就在此时，一个红毛小弟已经举起砍刀，那刀起码50公分长。我心中一凛，知道今晚自己凶多吉少了。突然身前人影闪过，阿珍跑了过来，砍刀落下，砍刀砍中了阿珍的脖子。我看见了红毛惊恐的神情，我抱住了阿珍，血不停地从阿珍脖子涌出。阿珍抬手摸我的脸，可手还没摸到阿珍就断了气。短短时间内，我失去了2个重要的人，感觉眼前一片灰暗。我捡起了地上的砍刀，此时只有一个念头：杀光他们。红毛开门往楼下跑，阿火和另一个长毛小弟也跟着跑了出去。我追了上去，阿火和长毛开始逃窜，我撒开腿举着刀拼命的追，我挥刀就砍，差点距离砍空了几次。我狠吸一口气，闭气用力跑了起来。
再次砍下一刀，这一刀正中阿虎的后背，被我砍中的阿虎没叫唤，求生欲让他加快了速度。我一路狂追，这一刻我已经不想活了，感觉这操蛋的生活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一心只想弄死这几个人。跑在最前面的红毛摔了一跤，他的同伴并不很大，抓住机会我上去就是个命砍。红毛呜哇乱叫，我听不见他的说服。砍了10几刀后，准备照着红毛脖子砍下，要一刀结果了他。抱头蹲下。公安来了，7、8个穿着制服的人拥了上来，我被押上了车。是旅店老板报的警，问案的人不关心足浴店里的皮肉生意，更不关心阿珍是不是被骗或者被胁迫干这个的，他们只追究我砍人的事情。我在看守所待了20天左右，案子就判了我3年。红毛扛下了所有事，判了15年，长毛6个月，阿火拘留5天就出来了。我被送到了桐城监狱。姑姑来看我了，看上去姑姑是操碎了心。她告诉了我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：姑父减刑了，现在在出监队，过段时间就出来了。我进来，他出去，这还真是巧。我姑父是彭城凤爪帮的红棍打手，当年在彭城宝乡区一带也是很红的人。10年前，凤爪帮因为一场大规模械斗，造成了极大影响，有关部门下决心把帮会取缔了。姑父也被判了15年。那时候我还小，都是听姑姑说的。姑姑叫我在里头找一个叫龙叔的人，是姑父的朋友，说姑父打好招呼了，有什么事就找他。还没等我见到龙叔，就先见到了另一个熟人，1米85左右的身高，身材壮实的跟头牛一样。老三名叫林云星，家里排行老3，初中跟我一个学校的，毕业后就去了彭城学修车了。后来听说跟道上的人走得近。二哥，老三很惊讶地看着我，他家在我们镇上，跟我姑父沾点远亲，小我2个月。从我姑父那论，他是得喊我二哥。你的事我听说了，没想到在这能碰上你，缘分啊！你小子咋也进来了？跟你一样砍人了，判多久？18个月，我砍的没你狠。老三跟我聊了很多他这几年混社会的事，原来他也成了个道上人，这里面看来也是没少进。老三这人性格我了解，这是个忠厚、容易知足的人，还挺讲义气，能吃苦。上初中那会儿，我的热水都是他包下来了，因为有姑父这层关系，我在初中没受委屈，都是靠的老三。二哥，你一个读书人进来这里了，还吃得消吗？吃不吃得消，都进来了。随后老三跟我讲了一下里面的规矩，新人进来一般要被那里的老油条打，我和老三不一定分到一个监舍，有时不能及时帮到我，叫我学点打架的手段，起码会增强力道，也能熟悉人体的构造啥的，就算没武器在手，打起架来也不至于太吃亏。这之后我便一直跟着老三练，很快到了离开入监队的日子。果然我和老三没有分到一起，在里头我与龙叔相认，在他的庇护下我过得还算不错。今天是我姑父黄坤出去的日子，他找我说话，一个中年男人，皮肤黝黑。你个烂仔，好好的学不上，学人砍人，活该的吧？烂仔是骂人的话，和流氓差不多意思，可是姑父这么说我，却是在调侃，这是姑父心疼我的一种表现。姑父膝下无儿女，所以从小到大都很疼我。姑父叫我在里面好好跟着龙叔，我答应了。随后又向我讲起了多年前凤爪帮生死存亡的那一仗，那时候他是帮里最能打的4人之一，主要任务是保护龙叔。两帮人本来约着是械斗，守门带头，可是对方却不守规矩，双方干着一半的时候，对方就拿出了火器，龙头许爷被人一枪当场打死。好在龙叔提前做了部署，安排了10个枪手，在凤爪帮枪手的引领下，龙叔和主要伙伴才围防住气。那场仗最终造成了14死36伤，成了震惊彭城的大案。恰逢当时有大领导来彭城视察，那晚参与械斗的2个帮会都被取缔了，龙叔被判了无期徒刑。黑道变了，已经没人守规矩了。这么说来，龙叔还真是个能人。可不就是，姑父驮的人能有错？姑父塞给我2包云烟，要我好好孝敬龙叔，多跟龙叔学点东西。他要出狱了，未来几年有龙叔保我，他才能放心。江湖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下午放风的时候，我尾随龙叔来到角落里，跪在地上，双手给他递上2包烟，想让龙叔教我道上的事。起来吧，你这个学生我收了，我跟阿坤那么多年兄弟，他还救过我的命，他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，不用客气。你是不是想着出去就报仇？是，报仇不难，你想过报仇之后怎么善后吗？没有。如果你报了仇，最后落得个陪葬的结局，那我认为这种报仇没有意义。那个叫阿珍的姑娘肯定也不想看到这一幕。龙叔让我出去后投靠到许爷女儿的旗下去。我姑父出去后就在彭城给许爷的女儿做事。许爷的女儿叫许梦娇，是个岛国留学生。凤爪帮被取缔后，许梦娇回到了国内，买回了一栋之前凤爪帮的物业，召回了一些凤爪帮的成员，有重整旗鼓的意思。龙叔的意思，要想报仇又不被牵连，就得有人为我平事。许梦娇是有这个实力来平这个事儿的，他会同意吗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，人家不是做慈善的，他要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。我没想那遥远，眼下只盼着早点出去，干死那些王八蛋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身上，我觉得不靠谱。一段时间过去，我倒是过得充实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完全打破了我平淡的监狱生活。砍死阿珍的那个红毛廖运凯从医院监区出来了，在我意料之外的，那人被分到了我所在的分监区。龙叔告诉我，这肯定是阿火在外头活动了，不然廖运凯不会分到我一个分监区的。这天午饭的时候，廖运凯直接走到了我和龙叔的面前。你别搞事，他是我的人。龙叔，
这么大年纪了，就别出来管事了。陈狂野，你最好小心点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我握紧拳头，想起阿珍惨死的样子，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捶了一下，异常难受。龙叔用脚踢了我一下，提示我冷静。曹，你看什么看？有本事你打我啊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想知道肖丽珍是怎么踏入这一行的吗？她肯定没告诉你，她是怎么入的这行吧？我猜她也不会说的，她怕你骂她傻。那天她来我们店里说想学足浴养生，那个傻瓜，以为我们挂着足浴养生店就真的是做这个的。当晚我和阿火还有长毛就轮了她，我们还拍了好多照片。她不敢去报警，一开始她也不肯做这行，慢慢的看其他女孩都挣钱了，她就破罐子破摔开始接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肖丽珍还真是个尤物，那叫一个爽。听了之后，一股气顶在我的心口出不去，脑子嗡嗡的，感觉眼睛在充血，太阳穴生疼。想起阿珍的样子，我的心在滴血。干你老母的，老子非得弄死你！旁边的龙叔突然拍了下桌子，我边上的座位上唰的站起来4个壮汉，都是中年男子。这时候管教过来敲桌子警告。龙叔拉着我离开了饭堂，他把我带到他喜欢待的角落里，拿出了烟，先是递给我一根，这次我戒了，学着他的样子把烟吸进肺里面，脑子一阵眩晕。你刚才只要动手，你就出不去了，知道吗？要么你死，要么他死。显然对方是受人指使，专门来对付你的，就是不想让你出去。做大哥的人得忍人所不忍，为人所不为。你这么烈的性子，很容易折到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其实一直把我当黑道大哥来培养，我是他这些年来遇到的最适合当大哥的苗子，因为我有点文化底子，善于动脑筋，爱思考，长相、身高、气质又具备相当优势，还能吃苦，有情义，有胆量。但是他忽略了我的年纪，没想到我这么冲动，我听了很意外，不曾想龙叔居然有这个用心。龙叔，你为什么要培养我做大哥？我只想报仇，没想当大哥。当不了大哥，你就报不了仇。你以为阿火是一个人，他能开那店子背后肯定有人，自身无损伤的报仇才是真正的报仇。要是把自己搭进去，那不叫报仇，那是同归于尽，是最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的做法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真能听我的？能。随后跟我商量如何做掉廖云凯的计划，我们去另外一个监区避开一阵子，再安排杀手把他做掉。事前让这个杀手主动去跟廖云凯发生摩擦，让大家觉得杀手有足够动机杀死廖云凯，到时候就没人会怀疑到我头上。第二天，我跟龙叔就到了林云星所在的3分监区，我跟老三又住到了同一间舍。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，老三也认识龙叔，但是廖云凯的事我没跟老三说，龙叔有交代，这事是绝密。我在想，龙叔为什么这样帮我？难道就是为了培养我当大哥？辗转反侧中，我决定明天找龙叔问问看。第二天放风的时候，我跟龙叔去吸烟。龙叔，您为什么这么帮我？我希望你可以做老大。那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没好处，对他们有好处。想知道我的过去吗？想。龙叔出身平塞，成绩优秀，毕业于华国重点大学，年纪轻轻就坐上了鹏城大学副教授的位置，是我们鹅城市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，受到许多人的崇拜。然而，这都是表面。他的出身放在鹏城这座大都市来说，就显得微不足道。毕业后，他娶了鹏城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做老婆。一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，后面他老婆就开始嫌弃他没钱，跟副校长搞到了一起。龙叔在自己家卧室的床上抓了个正着，一把菜刀把好回云鹤7天。事后，龙叔抱着必死的心，打算投海自尽，却被正在海钓的凤爪帮许爷救下。许爷念他有见识、有文化，还有胆量，就将龙叔收入了凤爪帮，同时动用人脉，花费巨资，将龙叔杀人的事按了下来。凤爪帮当时在宝乡区，那就是绝对的大哥大。我跟着许爷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，能过上那样的日子，现在坐牢也无悔。那时候几乎每个月换新女朋友，后面身体不行了就吃药，反正不歇着，吃药还是搞不定的话，就只能过手瘾，那感觉也不错。现在许爷死了，许爷的独女许梦娇回国，买下了一栋被拍卖的凤爪帮的大楼，成立了一个凤鸣集团，把从牢里放出来的还有没被抓流散在外的凤爪帮就不召集回来了，做的也是 KTV 和桑拿的业务。看得出来，这是要继承许爷的事业，也是给这些凤爪帮就补一个归宿。可是梦娇在社会上独木难支，她一介女流，没在街面上混过，没打过架，更没坐过牢，对黑道的事她可以说是一窍不通。现在凤鸣集团的局面很是艰难，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，于是我看中了你。谢谢龙叔赏识。孩子，你能答应龙叔吗？出去后好好处理，帮一下梦娇，帮一下你的那些叔叔呗。我答应你龙叔，只是我没见过许爷的女儿，他会信任我吗？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梦娇，赢得兄弟们的认可，我只能推荐你进去，这是道上规矩。江湖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图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监狱里出了一件大事，廖云凯在吃饭的时候被人用断裂的扫把柄捅死了，而我跟龙叔却没有因此受到一点影响，跟没事人一样。由此，我彻底信任了龙叔。很快，老三的刑期就到了，他要我出去后去找他玩，给我留下了他住处的地址。我也得到了减刑的机会，刑期缩短到2年10个月。临出狱前3个月，我养父来看我了，这让我很意外。他告诉我，我犯了事后，他和我养母就搬到鹏城了，没脸在村里住，怨我不该找小姐的。
找也不能找同村的。阿公的留下的那几间屋子和田地山林都留给我，这突如其来的好令我不安。问了才知道，原来是陈若甫准备结婚了，嫂子是彭城当地人，书香世家，他不希望我出现在彭城，怕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咱们家穷，若甫好不容易娶上个好媳妇，咱们帮不上他什么，尽虽别给他添乱就行，家里的东西都给你，你哥啥也不要。我出去后得去彭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麻烦他的。要是你敢去彭城，以后就别来往了，我当没养过你这个儿子。好，旺仔就不是个人，早知道偷偷掐死算了，不至于留下来害人，没人喂的东西。在他的眼中，我的命就是他们施舍的，我应该事事都听从他们的才对。至于我想干什么，那压根不重要。陈狂野到初恋，监狱的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我终于出来了。上午的日头酒在我的脸上，让我睁不开眼。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银色捷达，姑父从车上下来，冲我咧嘴笑：“烂仔，快上车！你都会开车了？刚学会没多久，徐总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跟上时代，要求我们都得学，你以后也会学的。”我见着他该喊什么？也是徐总，现在不流行喊大姐大了，他一个留学生本身就洋气，觉得叫大姐大太土了。我姑呢？在宿舍做饭呢，准备了好多菜。车子没开多远，前面开过来2辆面包车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姑父脸色立马一沉。面包车上下来10几个手持棒球棍的小年轻，带头那个我认出来了，正是那玩旅店的跟阿火一起的长毛。这家伙只判了半年，高鼻梁，老鼠眼，化作灰我都认了。我伸手要去开车门，老实待着别下车。长毛干啥呢？这是搞这么大阵仗？来，抽根烟先。坤叔，我找你侄子有点事，你最好别插手。瞧你说的，我家侄子的事，我能不插手吗？有事好说，来抽根烟再说。姑父突然一侧身，闪到了长毛侧后方，同时从身后拔出了一把刀，刀尖抵在了长毛的脖子上。姑父动作之快，下手之老辣，令我感到震惊。不愧是当年凤爪帮的红棍。坤叔，别激动，我侄子刚出来，今天谁敢告他，我不介意手上再多几条人命，让你的人跑步后退100米，立刻都给我退，快点！狂野坐后头看着他，我盯着这个害过阿珍的男人，心中恨意翻滚，脸上却一点表情都没有。监狱这些日子，我每天打坐练心，每日挥刀3000下，性子更冷了，手握着刀，离长毛10几公分坐着，他只要敢乱动，我立马可以结果了他。喂，坤叔，你这是带我去哪？少鸡巴啰嗦，到地方会让你下车。你这是干嘛？有必要吗？呵呵，这哪说得准？现在放你下去，万一等会你又带人围上来呢？姑父果然老成，做事就是细心。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江湖的险恶，日后做事得处处提防才行。看什么看？我哥让我给你带话，出来了就老老实实的，别搞事。要是想报仇，那就正大光明的约个架，他奉陪，听到没有？龙叔说过，行走江湖，首要多动脑，其次管住嘴。这人显然是没有管住嘴。眼下的局面，他说这样的话，不是找抽吗？另外，从长毛话里不难看出，阿火怕我报复，或许是因为红毛廖运凯的死，让阿火重新认识了我。有了这些判断后，我恨不得当场就弄死长毛。见我不说话，长毛以为我是坐牢做的呆傻了。坤叔，你得好好管管你这侄子了，以后找女朋友看着点找，别什么人都去泡。肖丽珍那样的货，玩玩可以，当什么真啊？为了这么个女人，值得吗？闭嘴吧你！小子，你哑巴了！我哥有转达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擦，装什么高冷？我哥这是在给机会你，你以为我们真的怕你？傻逼！跟肖丽珍那贱货一样，傻大妞一个。不过你小子眼光倒是真不错，肖丽珍果然是个尤物。去死吧！刀刃全都扎进去，刀尖从脖子另一侧蹦穿出来。你发癫啊！你怎么干？你怎么能把他杀了？我操！姑父非常生气，姑父掏出烟点上，用力吸着，显得很焦躁。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了了，他不该提阿珍的。再者来说，我也觉得这人迟早要杀的，这仇反正是要报的。况且我判断杀了他后果也不会太严重，阿火不至于为此跟我拼命，反而能给阿火些压力，让他知道我不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人。狂野，你冲动了！你个孩子哪来那么大气性？跟龙叔学了那么久，我看你是白学了，就不能等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知道不？那是弱者给自己找的台阶，我也不是什么君子。车子开在路上，姑父的手机响了，铃声悦耳，我一看就喜欢上了。姑姑打电话问接到我没有，姑父推脱临时有事，晚点才回。姑姑是个保守的女人，家里男人讲话了，她就听着。很快挂了电话，我把姑父手机拿过，在手里把玩着。你个死衰仔，现在还有心情玩手机？想想怎么善后吧你！能怎么样？不过死了个马仔，阿火不至于为了个手下跟我拼命吧？我把自己动手前后的想法跟姑父讲了讲，姑父也认为阿火内心肯定是有些害怕被报复，今天才会有这样的动作。而且姑父还告诉我，阿火去年生了个儿子。说着，姑父回头用复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龙叔看人是真准，你还真有做大哥的潜质。想当年，徐爷跟你一样，总是能出其不意的给对手致命一击，有头脑，做事狠辣果断，不拖泥带水。不过你还是要克制下自己才行，能忍则忍。你真要做掉长毛，完全可以等见了徐总正式加入公司之后。有什么不同吗？当然有，你进了公司，出了事徐总就会帮你摆平。姑父跟我讲了点道上规矩，像砍人这样的事，行动前是要得到老大同意的。
这样出了事，老大才会帮忙。我今天这样擅自行动，意气用事，那是不被允许的。要是后面阿虎来要人，要办我，徐总完全有理由把我交出去，不管我。我相信徐总不会的。你就那么肯定？你见都没有见过他。如果他是这样的老大，那么就不值得我跟，我自己找人跟阿虎干就是了。再说了，我还有龙叔的推荐，他多少要看龙叔面子不是？晚点到了公司，我会把这事扛下来，看在我这个叔叔辈的面上，徐总也不会不管这事的，放心吧。我没做声，很显然，阿火这2年发展的不错，已经到了让姑父都为之担忧的地步，可见阿火实力不容小觑。江湖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路。车子开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方，眼前是一处海边悬崖。姑父让我帮忙把人抬到悬崖边上，我俩来到了海岸边，脚下就是100米高的悬崖。姑父很起长毛的身体，我看了一眼后就觉得头皮发麻。发啥愣？往海里扔！我脑袋一阵晕乎，感觉眼前升起好多发光的斑点，胃里很难受。怕了，哼！刚才那很近呢，赶紧扔！姑父说这样处理一下，没2天就会被海里的人吃光了。处理好长毛，车子开回了市区，彭城宝乡区属于工业为主的区，比不上关内那么繁华，但是眼前的景象也足以令我震撼。车子来到一栋7层高的大楼前，门口两边有2只大石狮子。到了，坑叔，人接到了，刚接到，谢谢朱总。小伙子挺帅气。说完，朱总坐上了一辆黑色的警车，姑父一直朝朱总的车挥手。车子离开视线后，姑父的笑容也戛然而止。凭我对姑父的了解，我看得出来他讨厌这个朱总。随后我们来到了7楼，姑父打开了房门，房间不大。姑姑出来坐好，拍照就坐好了。没想到你们回来这么晚。吃完饭，姑姑让我洗澡，给我拿了一身新衣服过来。换上新衣服和鞋子，我忽的一阵恍惚。读书那会儿，我自认为自己是帅的，现在看看，今年已经21岁的我，还多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沧桑与冷酷。屌你公规的，特么的还是那么帅。走，我带你去见徐总。路过走廊，不少穿着清凉的姑娘在，穿着白色圆领 T 恤和牛仔裤的我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我发现这里好多女人，而且全都很好看，身材相貌都挺出众。我跟着姑父来到了一个办公室。徐总，我是黄坤。进。桌子后面正对门坐着一个女人，五感很有辨识度，尤其是那妖娆的身段，还有纤细手指夹着香烟，嘴角微微上翘的模样，以及那潇洒不羁的气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金辉秀从荧幕里走出来了。站在女人身边，手捧着文件夹，穿着黑衬衣的正是朱总。见是我们来，女人就点了点头。朱总微微躬身走了出来。女人站了起来，从大班桌后走向办公室的沙发，示意我们坐。女人微笑着看了我一眼。狂野叫人。徐总好。姑父说他已经28了，我看他的样子也就是和我差不多。许梦娇微微点头回应，眼睛却没有看我，而是看向姑父。就把他分到你的小组吧。这是通过面试了，还以为他还要问点什么呢。我听徐总安排。先从组员做起，拿3级工资待遇，以后立功了会慢慢涨的。许梦娇吸了一口吸烟，看着我微微笑道，她的眼睛会发亮，笑起来像个温和的少妇。谢谢徐总。吃饭的时候，姑父跟我讲了集团里的一些事情。我和姑父还有其他原帮会成员都在社会事务办，这个部门有3个小组，我姑父是其中的小组长之一。像我这样的新人来了就是组员，拿3级的工资，也就是1个月1800，上班也没啥事，就是维持所在楼层的治安，关键时候要上就是了。姑父作为组长是2级工资，1个月2800块的底薪。10年前那场大火拼，行动前许爷给每个兄弟都发了奖金，姑父当时拿到2万，那2万后面因为监狱要活动，姑姑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很快就花完了。由此来看，许爷父女对兄弟们是不错的，不抠门。我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任老大会是这样一个美女，对于未来的路，我立马多了许多想象。没其他事就去忙去吧。我还有事跟您汇报。姑父把长毛的死说了，不过他说成是长毛在车上乱来，他失手一刀捅死了长毛。对不起徐总，我对公司惹事了。特么的，这老家伙撒谎面不改色的，我姑姑可能没少被他骗。靓仔，你会开车吗？我跟姑父面面相觑，这算什么问题？看我们不说话。许梦娇噗呲笑了笑，徐总，我不会开车。哦。他长长的哦了一声，玩味的看着姑父。姑父微微低头，似乎看不透许梦娇的意思。我的脑子飞转，很果断的上前一步。徐总，对不起，我姑父刚才欺骗了您，长毛其实是我杀的。姑父是担心您责备我，不收留我，怕我失去公司的庇护，流落在外被阿火报复。事情已经做了，有什么后果我都愿意去承担，请您原谅我姑父吧。他对您无比忠诚，我是他最心疼的亲人，他刚才是无奈之举。温叔，这靓仔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徐总，我错了，请您责罚。不过狂野还年轻，请徐总给他个机会吧。这次他冲动行事，我这个做姑父的愿意替他受过。您怎么惩罚我，我都不会有怨言。坤叔，这是哪里话？咱们混江湖最讲究的就是情义2字。如果你连你侄子都不护着，我还能指望你将来护着我吗？他做的这个事，我认为没错。一个男人就该有血性，面对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凶手，还能无动于衷的话，那算什么男人？这事过去了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不过一个小喽啰而已，杀就杀了。我们跟阿火本来就不对付，开战是迟早的事。阿火要是为了这事来闹，我顶着。闻言，我跟姑父都瞪大了眼睛。许梦娇抬眸看着我的眼睛，
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真诚，似乎还带着些欣赏。对了，你叫陈狂野。陈狂野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是，徐总。坤叔，人处理干净了。处理干净了，徐总。那就好。对外你们就咬死长毛半路跳车了，至于人去哪里了，你们也不知道。是，去忙吧。我跟姑父离开了办公室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回到宿舍，姑父就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。姑姑几次想劝，都被我的眼神给制止了。你个屌毛啊！我话都说出去了，你怎么还把真相说出来？你这不是存心坑我吗？哪有你这样做事的？姑父，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了你好。刚才徐总问我会不会开车，可不是随便问的。我不会开车的话，必然就是姑父开车。而当时长毛是被我们挟持的，不可能让长毛独自坐副驾吧？必然是让他坐后座，我在后座看着长毛。如果是我坐后头负责看守长毛，那么刀势必也在我的手上才合理。试问这个情况下，坐前排的你如何能做到一边开车一边失手杀死后座的长毛？徐总没有直接戳穿你的谎言，那是在给我们机会。他可以原谅你护着我，但是很难原谅我们一起合伙欺骗他。姑父听完沉默了许久，而后目光深沉地看着我。走吧，我带你去领装备。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我跟他再次来到一个办公室，领到了一根棒球棍和一个姑父同款的手机。接着姑父把我带到了我的宿舍，这个房间跟姑父那间一样大，但是里头是2张高低床，住4个人。我下铺是个矮胖的小伙子，两边手臂纹满了墨水，穿上来的叫宋鹏飞，他今天刚好休息，宿舍其他人都去值班去了。小飞，一会儿你带着狂野去熟悉一下场子，再带他去买点电话卡和生活用品啥的。他刚出来，对这不熟悉。姑父吩咐完，给我留下1000块钱就走了。宋鹏飞打开了门边的柜子，里头放着几把开了刃的砍刀。这些家伙是有任务的时候才用的，平时值班就带一个棍就行，以免吓着客人。狂野哥，我这有会员卡，我先带你去放松一下吧，顺带你也体验下我们金凤凰的服务。要不你还是先带我买个手机卡吧，我想跟我朋友联系下。那也好。来到1楼大厅，宋鹏飞跟前台的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挥了挥手。飞哥，出去啊！这是狂野哥。狂野哥好。我不是很习惯的回了个笑脸，看样子社会事务办的人在公司还是有点地位。到了入口边上，宋鹏飞去旁边的小店里买了2瓶冰镇可乐，给了我1瓶。谢谢鹏飞。狂野哥，你喊我小飞或者小胖就好。那你也别喊我狂野哥，叫我狂野吧。嘿呀嘿，走吧，狂野哥。龙叔说过，如果有人主动自降身份，自己则不必过于谦虚，那是对方已经把我视作高他一级的人了。这时候大方接受就好，不然的话，对方会很失望，自己也可能因此丧失一个朋友。想做大哥，就得要有人。所以此时我也就不再跟小胖推来推去了，他要怎么喊我就怎么喊吧。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，这家伙居然也会开车。你也会开车啊？狂野哥，以后我教你开，你下班了就跟我下来这里学，学的差不多了直接去考试就行。我们在里头有人，考试很容易过的。那就谢谢了你小胖。谢啥？坤叔平时对我不错，挺关照我的，你的事我都听坤叔说的了。够爷们。车子7拐8绕的来到了牛掰大道，最后停在了3星工业区门口。来的路上，我看到有营业厅的，不知为啥小胖要跑这么远到这来买。下车后，我跟他走进了营业厅，才明白过来。飞哥，今天来办什么业务呀？妹儿，我朋友想办个卡，你给推荐哈。好的，飞哥，这位帅哥，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卡？平时打电话的，还是发信息的？我不懂这些，你推荐就好。妹儿给我推荐了动感地带，说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，我没多说啥，办了一个，还买了300多的充值卡备用。既然是小胖的朋友，我肯定要给面子。身上是没几个钱，可我这人把钱看得不是很重，就像龙叔讲的，有人才有世界，人比钱重要。出来营业厅后，我在路上拨打了老三林云星的电话，却打不通。小胖问我知不知道对方地址，我把老三上班的百事顺游戏厅地址告诉他了。你要找的人是不是林云星啊？对啊，你也认识他？认识，他常来找坤叔喝茶的，而且是我们桑拿会所的常客。小胖告诉我，林云星不在原来的游戏厅干了，现在在一个酒吧里看场子，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，到了广场附近，停好车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酒吧门前。进来后，一股夹杂着汗味和脚臭味的难闻气息传来，里头有很多人在喝酒，有的男女手拉着手，有的不知道在墙角干啥，还有的在厕所一待就是半个钟的，欢快的很。我看到正躺在摇椅上的林云星。星哥来了，自己去玩吧。星哥，你看谁来了？我操，二哥，你咋出来了？不是还有2个月吗？看来姑父是没有告诉他我减刑的事。他既然常跟我姑父见面，那为什么姑父不跟他说呢？减刑了，老三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打你之前的电话也打不通。我们3人来到对面一个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坐着。二哥把你手机给我。他把我手机拿过去，把他自己的新号码存在了我手机上。以后打这个电话，你啥时候出来的？二哥，就今天，这不一出来就来找你了。见过坤叔了，是不是打算在徐总那干？见过了，已经在凤鸣集团办了入职了。说说你吧，为什么没在之前那干了？老三侧过头去看了眼酒吧的大门，眉宇间有些不悦。他出来后，第一时间就去了之前的工作的那家百事顺游戏厅，找到了他的老板，老板却通知和他，百事顺已经托给别人打理了，不用他看场子了。老三也没更好的去处，这份差事还是里头那个叫阿来的光头介绍的。阿来之前也是在百事顺游戏厅里帮忙看场，是老三的小弟。游戏厅托给别人打理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实际上就是被人给霸占了。他之前砍了竞争对手好运游戏厅里的一个人，入狱1年多。那个好运游戏厅的老板不服气，
就把找了一帮后生仔，大约10几个人冲到百事顺，把光头打了，把老板抓了。那些人逼着他老板写下了股份转让协议，用1块钱的价格买下了他老板80%的股，然后接管了百事顺游戏厅。现在百事顺游戏厅法人还是他老板，但是实际控制人早就是好运游戏厅的人了。老三想回去看场子，自然是不可能了。那帮后生仔霸占了百事顺游戏厅后，顺理成章的就在那担任起看场子的任务。老三也跟他老板私下谈过，问是不是要组织人手，把那帮后生仔砍了，抢回百事顺。可是他老板已经没有那个心情了，说什么人家好运游戏厅的人还给自己留了20%的股份，并没全要走，够自己花了，不想多事了。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，老三一个打工的自然就不去管那么多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就是明抢了，你以为呢？就没人管吗？谁管？上头只管收游戏厅牌照的钱，治安队的人也只是做样子巡逻，谁会去搭理这些事？只要不闹出人命，他们就随你们折腾，反正不管谁管理这个场子，他们的收益都不会受影响。万一把人惹急了，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捅了，拿份工资而已，那些人不会拼命的。治安队平时什么作风，我倒是早有耳闻，只是没想到抢人家场子这么严重的事，治安队都可以置若罔闻。听完老三的话后，我的心不由得快速跳动起来。我看到了一个机会，他们能抢，那我们也可以。抢东西不就是看谁拳头硬吗？这事又没什么技术门槛的。好运游戏厅找的那帮后生仔，什么来头？怎么？你想干啥，二哥？随便问问。他们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年轻，听说都是从云师来的，之前是在一个手表厂打工的，因为偷窃被集体炒鱿鱼了。背后没大哥罩着？没有，这帮人都是一个村的，很团结，下手挺狠。光头当时被打得老惨了。百事顺这样的游戏厅一个月能挣多少？一个月最少搞7、8万了，遇上大型节假日，一个月10万都有的。调他公规的那么多？游戏机不咋挣钱，主要是老虎机挣钱，那玩意可以调胜率的，坑得要死。没错，老虎机最坑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我去了几回都是输，就第一次赢了。卧槽了，这玩意竟然这么挣钱，难怪好运的老板会找那么多打手去干人家。姑父说过，我们要是给公司带来了利润，立了功是可以快速提拔的。公司的朱总就是因为给公司引进了桑拿项目而被许梦娇重用，眼下这个游戏厅就是个极好的项目。对于我这样新人来说，要想快速崭露头角，就得搞这样的项目。二哥你想啥呢？没啥，好运游戏厅老板很有实力嘛，怎么能找来那么多手下？实力跟我前老板差不多，不过人家很奔钱，把游戏厅股份让出去给那些后生仔了。这就难怪了，人家好运老板那是合作思维，给手下人股份，手下人跟老板就一条心，当成自己的事来干。为什么不去找我姑父？你在这干多没劲，臭烘烘的。嗨，这是咋说呢？星哥是不习惯咱们那的氛围，我们那都是年纪大的人多，就我和你2个年轻人。凭我对老三的了解，氛围可能是一部分原因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。今天有小胖仔，多的话我不好说，打算下次单独见的时候再聊聊这个问题。我还是希望老三跟我一块的。又聊了点家常，我们跟小胖就准备回去了。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下次我领了薪水，请你到我们金凤凰来玩，我请你桑拿。要请也是我请你，你才出来，身上也不宽裕，洗个桑拿能花几个钱？呵呵，没个3、500你能洗得成？3、500洗个桑拿，屌你公规的那么贵？蒸桑拿不就是10几20块的事吗？狂野哥，我们的桑拿可不是你们县里那种净桑，那可是带一条龙服务的，300只能找普通技师，高级技师都是500起步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朱总引进个桑拿而已，许梦娇为什么那么重奖他呢？原来这玩意也是高利润项目啊！回去路上，我内心筹划着游戏厅的事，这事还不能着急，得研究下，一步步来，要么不做，要么一次就做成。如果我第一次出去插旗就失败了，往后就不会有人信我。旁边开车的小胖时不时的看我一眼。狂野哥，你是不是想搞游戏厅啊？我身子微微一动，睁大眼睛看了他几秒。这小子不像看上去那么憨实，心思够细的。老三跟我那么熟悉了，都没看出我的用意。这小子才认识我半天不到，就已经猜到我的心思了。狂野哥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想跟你干。你要是想搞事，能不能带上我？你现在是我姑父手下，跟我干算咋回事？那是工作罢了，难出头的，你后面就明白了。凤爪帮那帮老前辈们已经没多少冲劲了，看场子可以，要他们主动去开疆拓土，呵呵，那是不太可能了。像我这样的年轻人，不出去抢地盘的话，哪有出头的机会呀？我可不想跟他们一样在公司养老。狂野哥你不同，用坤叔的话讲，你天生就是不安分的人。我想跟着你这样的人干，以后要搞事，你带上我一个，成吗？事情突然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。横飞，你想多了，我才刚来，暂时还没有要出去插旗的想法，以后我有这打算会跟你说的。好，没事，嘿嘿。回到金凤凰后，小胖带我熟悉场地。小胖说，这商 K 项目是徐总一手做起来的，公司目前主要盈利也是来源于此。开业就受到了许多客户的喜欢，后面很多竞争对手模仿金凤凰的模式，不少客户就被竞争走了。听完这些，我对许梦娇有了新的认识。看完 KTV 的场地后，我们来到了4楼桑拿会所的场地。眼下还没到晚上，所以人没啥客人，但是会玩的人往往都是这个点来。为啥？相对新鲜。他带我在4楼逛了逛，穿过走廊的时候，遇上几个房间是关着门的，从门的缝隙可以看见里头有人在忙活。我没敢多听，跟着小胖来到了走廊尽头。
小胖带着我进了一个房间，带新伙计来认认场子。这个屋子里坐着10多个妙龄女郎，年纪18岁到30-40的都有，她们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，争奇斗艳，这些都是刚上班等待着上钟的人。除了眼前这些人，在宿舍里还有几十个在休息的桑拿技师。飞哥，这是你们部门的新同事吗？怪帅气的，你们社会事务办总算来了个年轻好看点的了。帅哥，你叫啥啊？我是9号，一会儿找我试试钟啊。靓仔，你别找他，你找我，姐年纪大会疼人。不是大妈，月经都停了吧，还跑来瞎凑热闹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找我，靓仔，你看我这，他们很多人的都是假的，我这真家伙。好了，别撩拨我狂野哥了。小胖拉着我出去，刚回到宿舍，宿舍桌上的对讲机就响了。所有人带上家伙到停车场集合。里头是许梦娇的声音。小胖赶紧打开柜子，拿出了一把砍刀就往外冲。我没多犹豫也跟了出去。到停车场一看，姑父跟一大群人已经站在停车场里了，大家站成一排，对面停着3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。一个中年男人从轿车走了下来，是阿火。我顿时血压飙升，我正要上前，小胖却一把拉住了我，示意不要冲动。这时候，阿火带来的20多个小弟全都从车上下来，站在阿火左右两边，手里全都带家伙了。黄坤，你把长毛弄哪去了？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！我站在我姑父他们的后面，此时阿火并未发现我。你交个鸡巴毛啊！自己手下不见了，你找我干啥？这么说话是吧？别以为你是前辈我就怕你，不存在的。你这个掉毛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少废话，把人交出来！没法交，我都不知道长毛在哪。看来你是不想好好谈了，那就打！来，老子几10岁的人还怕你个小杂毛不成？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许梦娇突然从大楼后门出来，走起路来一副不羁的样子。两边的人见状都往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，给许梦娇让出一条道来。许梦娇站在姑父身边，看了看姑父和其他2个组长。阿火，今天怎么个说法？是准备和我们金凤凰开战了是吗？曲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兄弟长毛被黄坤劫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，你是黄坤老大，这是你给个说法。阿火这话显然就漏了气，他都没有正面回应许是不是要开战的问题，反倒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到这来。看来这家伙并没什么长进，跟当年被我拿刀追着砍的时候一个熊样。坤叔，有这事吗？人我是劫了的，不过半路长毛自己跳车了，现在人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。胡说八道，谁能证明你说的？我能，我在车上，我看见他跳车了。是你小子跟黄坤穿一条裤子的，你的证明有屁用？我不信，赶紧把人交出来。说了我不知道人在哪，你要我怎么交？他丫的，这2叔侄一个比一个会装。少特么废话，交不出来人，你跟陈狂野就得跟我走。好，阿火，当着我的面你就敢抓我的人，看来你是摆明了要跟我过不去了。弟兄们，今天要是有人敢在我的地盘动手拿人，一律砍死。曲总，这就是你不讲理了吧？我手下一个大活人不见了，你就不该给我个交代吗？虽说你兵强马壮，可我阿火也不是吃素的，真打起来，指不定谁输谁赢呢。如果你能证明长毛的失踪是我的人干的，那么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。但现在你只是猜测而已。坤叔也说了，长毛半路自己跳车跑了，可能他遇上了别的什么仇人，被人给干掉了也说不定。这是你算到我们金凤凰的头上，我肯定不服。嗨，你说的，等我找到证据，你可别反悔。阿火重重哼了一声上了车，带着一众人离开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真想把我和姑父带走，只是没想到许梦娇会这么力挺我们。阿火真实的心态应该和我估计的差不多，他不会为了长毛而拼命的，所以刚才才会就坡下驴。许梦娇稍微给个台阶，他就马上撤了，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。都散了吧。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宿舍，我心里一阵暖流划过。当时许梦娇说阿火来找时他顶着，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。吃完晚饭，我跟姑父来到大楼天台上抽烟，他跟我讲了阿火的情况。阿珍死后，迫于压力，阿火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了彭城，投靠了他的一个远房亲戚。那个亲戚投资了几百万，在金凤凰附近开了家桑拿会所，交给阿火负责打理。由于阿火做事不择手段，看到好看的女人有时候会逼良为娼，还用各种龌龊手段跟其他会所抢客户。短时间内，阿火管理的那家伙麒麟桑拿会所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，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金凤凰桑拿的业务，不少客人都被竞争走了，这让朱总和徐总很是恼火。所以今天徐总出头，不单单是为了我和你着想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金凤凰本身就跟阿火不对付。现在阿火手下有40多号打手，徐总也不敢下决心跟阿火硬碰硬。我们这边人数跟他相当，真打起来也有赢的把握，可徐总不会那么做。听了姑父讲的这些后，我深有感触。从姑父的话语中，我感觉到了一些公司内部间不是很和谐的因素。姑父对许梦娇似乎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尊敬。姑父，你怎么看许梦娇这人？能怎么看？我看不明白他。不比之前的徐爷，有什么都跟我们这帮手下人说。现在的徐总有时都是跟朱总商量，不爱跟我们这些老家伙说。对徐总还是要礼敬，他能用你，一方面看的是龙叔面子，一方面他可能也觉得你是青年人，希望你能给公司带来新气象。说到底，他今天是帮你平事了，你得记着人家的好。或许他对你不会像对我们一样，
他跟你能沟通到一块去也说不定。根据今天的情况看，我感觉许梦娇对我的兴趣不是太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她不讨厌我。还有姑父，你为什么不把老三招到你手下来做事？老三能打，重义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而且姑父对老三很是了解，两人本来就是沾点远亲，又是一个镇上住着。知道你们感情好，我这不是把人留给你用吗？这时候我才理解姑父的母亲，由我出面招纳老三，这样老三就是我带进来的人，以后老三混好了，在公司里我是发掘老三的人，我有面子。在老三的角度，是我拉他进来的，老三欠我情，那我哪天请他过来洗个桑拿，就跟他提这个事。可以，你跟他谈好，我可以直接把他收到我组里面来。对了，你了解老三之前做的那家游戏厅吗？现在被好运游戏厅的人占了。我知道，好运的刘麻子之前是做鱼生馆的，跟我差不多大。怎么了？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游戏厅抢过来？一个月听说能搞7、8万呢。可以是可以，再等等看，不着急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是凤鸣集团的人，做什么事首先要考虑集团的意思。你得看许总有没有这个想法。我们抢了也不是自己独吞，把游戏厅给集团，我们挣点项目分红就好了。集团会不愿意？事情是好事情，但是好事情也要得到大佬的首肯，不然的话，大家会觉得你冒进。野心大，有心人可能就会给你穿小鞋。你指的有心人是朱总吗？朱总全名朱家兴，是集团副总，他一手搞起来的桑拿项目，为集团贡献了大量利润，眼下是许梦娇的大红人。你个屌毛做事别心急，找个机会你试探下许总口风，他如果同意你做，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就好了。知道了，姑父。老三手下还有个阿来，能不能一起收进来？这个我先跟许总请示下吧，一下收2个人，我得问问人家意思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当天晚上，小胖说请我去体验下桑拿，他会员卡里还有钱，蹲监狱这么长时间，说不想那是假的，且技师里有质量好的，调他公规的我是真馋。可是仇还没报，我就这么吃喝玩乐的话，我觉得内疚，感觉挺对不住阿珍的。狂野哥，我们是会事务办，40多个兄弟都去过在咱们家会所，唯有你是拒绝的。我姑父也去过。没，坤叔是个例外，其他人都去过。对于姑父的事，我感觉他在说谎，可是我没证据。桑拿去不成，小胖就提出带我去公司对面的烧烤摊吃宵夜。我俩一边吃喝一边聊，谈了5个多小时的话，一直聊到了凌晨。那晚小胖执意要跟我结拜，他可能是喝多了，我没答应小胖，让他哪天没喝酒的时候再谈这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被分到停车场负责那里的安保。姑父说这是上头的意思，我们社会事务办有个主任是朱家兴的同学，这事就是人家主任定的。小胖有些替我不平，因为那个位置之前是年纪最大的成员去办的。我没吱声，就这么过了1周左右。姑父找我谈话了，说招老三和阿来进来这事，许梦娇有答复了。许总的意思，最近公司开支大，业务也没什么大起色，招人的事要缓缓先。监狱过段时间会出来个凤爪帮的旧部，到时候要收人家进来。厂子就这么大，能安排的位置实在有限。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郁闷，事情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现在我只是个看停车场的，公司最底层的人，身边也没个靠得住可用的兄弟。我弟复仇计划似乎变得遥遥无期。许梦娇的理由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实在，公司一个月5、600万的流水，怎么就养不起2个新人了呢？一个人不过是1000多的工资，且老三和阿来都是有经验的年轻人，能打仗，有冲劲，这不正是许梦娇所需要的人才吗？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许梦娇了。别急，沉住气，急了办不好事情。回到宿舍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小胖他们回来宿舍后，在那聊桑拿会所发生的事情，聊得很投入。小胖，拿你2根烟抽。宿舍过来个人，直接把小胖床头的假天下拿了过去。喂，刘叔，我也没几根了。小胖要把刘叔拿的烟拿回来。对于他们而言，面对长夜，身上只有2根烟是没有安全感的。来拿烟的人，大伙都叫他刘大牙，以前是凤爪帮的小弟，仗着自己是前辈的身份，平时没少见他占小胖便宜。抽你2根烟怎么了？小气巴拉的。小胖身子圆，被这么一推就倒在了床上，不敢出声。我看不下去了。小胖跟我关系最好，每天下班就教我开车，买啥好吃的都想着晕我底。我直接从床上翻身跳了下来。江湖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图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干嘛？把烟还给小胖。你管得着吗你？一个看停车场的，还管起我的事来了？滚开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烟还给他。狂野哥算了，听到没有？人家小胖都不说什么，要你多管闲事，赶紧给我滚开！除了我跟小胖，宿舍其他2个人，他们也是凤爪帮的旧部。这时候在那帮腔，有人帮腔，刘大牙就更嚣张了。好狗不挡刀，给我让开，听见没有？这些天压抑的情绪，加上此时的愤怒，让我再也无法冷静。把烟还给小胖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拿来吧你！小逼崽子，你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还装逼呢？那我就先不客气一个给你看看。完蛋！干什么呢？这时候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看着我们，他就是我们部门的主任侯良生，还有个身份就是副总朱家兴的同学。侯主任，这家伙动手打人，是刘大牙抢我的烟，狂野哥看不惯才动的手，不怪狂野哥。我没抢，我就是借2根烟抽走。咱们抽烟的人，这不是常有的事吗？你说他抢你烟，他可有动手？他推了我一下，
那就是斗殴。陈狂野、宋鹏飞和刘大牙一人罚款100，从工资里扣，再有下次直接罚款1000。小胖看上去很不服气，可不敢作声。罚我认了，小胖是受害者，怎么还罚他的钱？侯良生明显是有点欺负人了。陈狂野，我警告你，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再有下次可就不单单是罚款了。狂野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惹的祸，那100我赔给你。小胖没事，我走到了天台，心中真的特么的压抑。小胖拿着2瓶冰镇可乐到了天台，怯生生的递给我1瓶。狂野哥，你有心事，我能理解你的郁闷，有能力施展不开，被小人针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没能力的人，人家还懒得针对你呢。你觉得谁在针对我？还有谁？朱家兴呗，明摆着的。明面上看是这样，可往深里看，朱家兴背后又是谁呢？这话我不好当着小胖说。而且我想不明白的是，自我进公司以来，从未表现出要威胁他人地位的迹象来，别人为什么还要针对我呢？你是不是在想，你又没做什么得罪人的事，为什么他们针对你？我心里一惊，这家伙果真聪慧。狂野哥，你也是尖子生出身，怀璧有罪不会没听过吧？我点了点头，可是心里不完全同意。朱家兴要是觉得我这个新生力量将来可能会对他产生威胁，从而针对我，这个我能理解。但是说许梦娇也因为这个而针对我的话，我不理解。有可能是许梦娇受制于朱家兴吧，怕朱家兴不高兴，所以默许朱家兴打压我。我得找个机会跟许梦娇谈一谈。狂野哥，你要是想出去单干，你带上我，我跟你干。好。第二天，我在停车场盼着许梦娇的车子开进来，等到上午10点左右，才看见她的粉色保时捷开进停车场。徐总好。许梦娇只是点了下头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的心一下跌落谷底，本想找她谈谈的，结果看她这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，我一下没了勇气。他奶奶的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为什么要受排挤？老子要去楼上看场子，不是看停车场，要出去开拓业务，要插旗。又过了2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今天被通知到6楼的会议室开会。原来今天轮到了我们社会事务办开月度会议，侯主任主持会议，在场的除了我们部门的人之外，还有个重量级人物，就是许梦娇。我先汇报下这个月我们社会事务办的一切成绩。侯主任，成绩就不用强调了，还是多讲讲有什么不足吧。好的，不足也是有的，这里要重点批评下陈狂野。大家都清楚，他是个新来的弟兄，可刚来没1个月，对外就惹上了阿火这样的刺头，对内呢又搞不好团结，动手打了刘大牙。许梦娇不苟言笑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很不自在。姑父板着脸不作声，我想辩驳几句，但是看姑父他们几个组长和老大许梦娇都没吱声，而且我打了人是事实，因此我也就不说话。且看这个侯良生能整出什么话来。我们社会办这个部门，其主要职责是内卫和外拓，保卫集团的同时，还要帮助集团完成对外业务拓展，这就要求我们部门必须高度团结。看样子侯良生是准备上纲上线了，要把我和刘大牙的摩擦搞成是原则性的大事件。侯主任刚才这句话讲得很有高度，社会事务办名词是个新名词，但实际上这个部门多少还是有帮会的性质。我们称呼成员为弟兄，我们手持武器，这样的一个部门当然要注重团结了。鹏飞和狂野还有大牙叔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既然已经处罚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议论了。侯主任，你作为部门老大，还是讲讲接下来社会事务办该怎样为集团出力吧。好的，徐总，接下来我们要加强部门培训，在部门成员体能训练、文化素质提升、个人形象提升等等多个方面加大力度。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我爸爸的老部下，都是道上混过的兄弟，说白了都是活在黑暗世界的人。侯主任，你搞那些有什么意义？他们又不是公关部的那些女接待，打扮漂亮点还能招揽客人。我认为你应该回到社会办的核心职能上来，用你刚才的话说，就是发挥好这个部门内卫和外拓的作用。侯良生更为紧张起来，一时间答不上话。由此我对公司内部的事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。1. 许梦娇对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满，这个显而易见。2. 许梦娇可能对侯良生背后的朱家兴同样的不满，今天的会看似针对了侯良生，也有可能是在敲打背后的朱家兴。3. 许梦娇迫不及待地想对外扩张，她是个有野心的人。5. 基于以上的认识，不难推论，许梦娇可能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朱家兴，所以才会给朱家兴这么大权力，才会默许朱家兴和侯良生对我打压。有了这些判断后，我又有信心了，许梦娇一定是想发展新项目的，且不想让朱家兴一家独大。侯主任，我们凤鸣集团自开业以来，从没被人扫过场子，内卫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当然了，这都有赖于在各位叔叔辈的威名，但是我们社会办外拓的业务并没有什么起色，我们一直都是窝在家里做着对内保卫的事。眼下我们人数越来越多了，这个月又来了有新人，月底监狱还要出来个凤爪帮的前辈也要进公司来，后面可能还有前辈要进来，这么多人只是做内卫一件事情，恐怕就有些人浮于事了。侯主任，对此你有什么良策？这个关于我们部门人事情况，上次集团会议上朱副总也有过指示，我们现在做的业务其实是需要大量安保人员的，眼下人数保卫我们这栋大楼其实刚刚好，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些敏感的生意，首先要保证客人安全，其次要防备对手来扫场子，所以说的话，现阶段做好内卫才是重中之重，将来人员实在是超编了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局势更明朗了，许梦娇想扩展，朱家兴和侯良生不愿意，朱总这是要独大一方啊，生怕许梦娇做大，他的权力被稀释。看来侯主任是要跟朱副总商量后
才有办法。各位，如果我们集团的业务只是仅限于当下的桑拿和商 K， 那么势必有一天我们部门会超编，这个大楼就只能承载40多号人，再多的人后面就很难安排了。到时候要是强行安排进来，那就只能拉低大家的收入，来养活后面来的弟兄了。各位前辈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？坤叔，你是组长，你说说看，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冲破瓶颈？我不懂经营，只会看人，反正徐总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江湖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陈狂野，你来说说，听说你以前还是高材生呢，在监狱就靠着帮人写信得到了减刑，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我沉默了几秒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具体说说，怎么个打得一拳开？出去插旗，抢地盘，增加新项目，这样就算有再多弟兄都能安排的。公司业务多了，财务丰盈了，抗风险能力自然就会增加，弟兄们待遇也会增加。我们实力起来后，自然就能超越竞争对手，从此走向正循环。如此一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呵呵，说得轻巧，在座的都是比你有经验的老江湖，谁不知道出去插旗有好处？我们就这么几十号人，拉出去插旗抢地盘，谁来保卫公司？你今天出去，明天人家就打到家里来了。你以为人家那么好欺负，还抢地盘？你以为是过去许爷那时候？现在咱们什么实力，就敢去动人家的蛋糕？就说你惹的那个阿火，我们今天出去抢地盘，阿火马上就敢趁我们空虚，带人来抢我们金凤凰的地盘，你信不信？你年轻有冲劲是好事，但是没脑子可就不行了，那是要死人的。侯良生讲完，会议室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后良生朝着刘大牙使了个眼色。侯主任讲的没错，咱们现在实力还不行，不能冒进。你想着人家地盘，人家同样想着咱们的地盘，现阶段还是要做好那位为主。说来说去，你们的理由不就是怕人家来踩我们的场子，所以不敢出去插旗吗？如果我说我不需要动用在座的各位，你们负责把那位做好就行了，那是不是你们就同意我出去插旗了？陈狂野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你这样是要吃亏的。就跟阿火那是一样，到时候你惹了事，还不是公司给你兜底？别净给徐总添麻烦，行不行？不需要动用我们的人，你自己去插旗。呵呵，你以为你是泰森啊？易大师，你自己能抢到什么地盘？能搞到什么好项目？去找卖菜大妈收保护费，去找算命的要钱，还是去抢占街女的项链？那也不是不行，别忘了，当初徐爷就是靠着海鲜市场做起来的。当时我们凤爪帮还不是一帮收保护费的。阿坤讲的没错，别以为过上几天舒坦日子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。在座的都是流氓，装什么高贵逼？没钱没实力，装的再高大上也没用，迟早成为别人的盘中餐。只要有了地盘，有了钱，谁也不会在乎你是怎么起来的。有钱就事业，其他都是狗屁。林叔一讲话，后主任他们就立刻念了。据我观察，林叔是个极少开口的人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吧，散会。徐梦娇站起身，离开了会议室，留下整个部门的人。随后大家各自散去。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我横竖睡不着，就去姑父宿舍找姑父抽烟。我姑呢？回东门了，家里那几间破房子他放心不下，回去收拾收拾，过几天再回来。晚上开会，徐总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读书人都看不明白，你问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，我猜他最近会有动作，具体是什么动作我不知道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会上你说靠你自己出去插旗，你是有计划了吗？我看中百事顺和好运游戏厅了。刘麻子可不好惹，手底下几十好打手呢，那帮后生仔又都凶得很，无牵无挂，打架下狠手。正是因为不好惹，我才要打他们，打那些好惹的，人家会说我挑软柿子捏，赢了也不被尊重。要打就打精锐，这样才能一战成名。好运刘麻子本身就是靠武力抢来的百事顺股份，现在我用同样的方式把刘麻子的生意抢过来，天经地义。相信刘麻子事后也不会怎么闹腾，本身他自己也不干净。是呀，一个朋友。姑父你早点睡，我出去趟。深更半夜你去哪里？见个朋友。那我跟你去吧，别给阿火抓了单了。不用，就在公司门口。没事，我不走远，国豪酒店离得不远，10几分钟就到了。来到5楼，我敲响了505的房门。许梦娇穿着一件灰色的吊带，看上去是刚沐浴不久，脸上粉扑扑的，头发还有些潮气。这么大的房间，就她一个人住。我跟许梦娇来到窗边的沙发坐下，我与她隔着一个桌子对面坐着，她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她深夜邀约我到酒店来，就足够令我感到意外了。现在问这样敏感的问题，难不成看上我了？雕他公规的，虽说我自认为长得算出众的，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东西会让许梦娇这样的女人动心。她可是见过大世界的。怎么很难回答吗？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今晚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怪罪你。徐总，私底下就喊徐姐吧，我也才大你几岁而已。几岁？我21，你都28了，好吧？村里都得喊姨。不过看在你长得年轻，保养的好，就满足你吧。徐姐，我觉得你人挺优秀的，是个漂亮、潇洒、精明能干的人。不是精于算计、高傲冷酷吗？没有。许梦娇腿从桌底伸过来，可以感觉到她的脚在我的小腿上摩擦。我跟你之前的女人阿珍比，谁漂亮一些？徐总，请你严肃点，说说嘛，我想听。这个阿珍像一朵性感的水仙，你是一朵妩媚的樱花，两个不同人，没法比较。
滑头。许梦娇把左脚抽了回去。我一个20出头的人才从监狱出来，这时候我真的很燥，干他丫的太折磨人了。许总，你叫我来是有什么事？我切入主题，不想跟他玩这些不知所谓的暧昧。一会儿问我感觉他咋样，一会儿问我跟阿珍比谁美，这是要干什么吗？想睡我可以直说，真是让人焦心。找你来自然有事跟你谈，难不成跟你在这约会啊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你不去我们桑拿室中？我可是听人反映了，几个人请你去洗桑拿你都不去，社会办的人都去玩过，你闹什么特殊？我不想去，我心里有事，没心思玩，想着报仇。没错，你不去，我没法帮你报仇。为什么？这特么什么逻辑？还非得完了那些才能成为一家人了？龙叔可不是这么教的。许梦娇拿出一支烟抽上，然后把烟扔给我。我爸说过，没有点爱好，没有点瘾头的男人不好控住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又是孤儿，也没老婆孩子，连点癖好都没有，我怎么能放心你？大家都去，就你不去，是不是想着要在弟兄们面前树榜样，让他们敬重你？你想做大哥，对吧？做了之后呢？离开金凤凰自立山头。她变得有点激动，是个没安全感的女人，表面上看上去的潇洒不羁只是她的伪装。我可以保证，我没有那样的想法，我是想做大哥没错，可从没想过要离开金凤凰，要背叛徐姐你。龙叔一直叮嘱我，要我好好在这干。江湖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图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呵呵，你拿什么保证？说不上来了吧？所以你的保证就是空话，你叫我怎么信你？徐姐可以考验我，时间会证明我的心的。我说什么你都能听吗？是的。那你现在就回去桑拿部，给我适中去。徐姐，我曾暗暗立誓，大仇不报不碰女色，能不能换一个要求？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。那你就亲一下这。这逼娘们到底玩的哪出？怎么，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怎么现在这也不愿意，那也不情愿的？确实，他讲的没错，我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想得到人家的帮助，这时候还要什么面子和清高呢？我一咬牙，伸手将他的脚捧在手里，就要低下头去，谁成想他居然把腿一抽，刁你公规的到底玩什么花样？好了，我逗你的，我暂且相信你的诚意，希望你以后不要令我失望。说说你的计划吧，你想在哪里插旗？游戏厅，我有朋友在那看过场子，一个月能有7、8万的利。那确实是个好项目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直接抢。有胆识，龙叔果然没看错你。不过我可不能给你人，社会办的人下班后愿意去帮你，那是你私人面子，明白吗？他这是怕朱家兴有意见的，我理解，我也没指望他派人给我。家伙和人你在外面找，弟兄们要是有伤亡，全算我的。上头有人找你麻烦，我也会出面搞定。总之，善后我负责。行，有这些就够了。这个你拿着。鹏城这地方，出门就得用钱，在公司附近找个房子住吧，不要在宿舍里跟人商量这事。停车场的活就先别干了，要是侯主任问起，你就说跟我请假了，等拿下游戏厅你再回来。懂了吗？是。把我手机号存着，保持沟通，没急事就发短信，有急事随时电话。这间房我常包下来了，以后有事也可以来这找我。记下了号码，我看了一眼塑料袋子，足足10万，这么多。这算什么？你出去结交兄弟也要花费的。等你拿下游戏厅后，你的朋友老三和阿来，你就可以招进来了，到时候直接让他们去管理游戏厅项目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阿火报仇？等你拿回来的项目能达到朱总项目的量级了，你就可以去报仇了。阿火不是一般小混混，弄死他的话要花很多钱平事儿的。哎，徐姐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么晚了，要不就在这住一夜吧？徐姐，这个那什么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嘿嘿，那我就走了。这娘们真鸡巴骚的，搞得我心跳好快。回到宿舍，我叫上小胖上了天台，跟他讲了我打算出去插旗的事，但是没展开说我跟许梦娇谈过的内容，我只是说抢下游戏厅后，公司会帮我善后的。小胖没多问，直截了当的就说要跟我干。第二天，我跟姑父说了昨晚的谈话，但是隐去了一些和许梦娇互动的内容。姑父思忖一阵后，同意了我搬出去。小胖也想跟我一起干。姑父，你给他批个长假吧。行，动手的时候跟我说，我过来帮你。再说吧。你小子昨晚在酒店有没有？没有。就这样，我跟小胖从宿舍出来了。我们在公司对面的城中村里找了个一室一卫的房子，1个月700。我打电话叫老三带着阿来一起过来吃个午饭。老三说在上班，晚上过来。到了夜里，老三带着光头阿来过来找我们了。4个人在附近餐馆吃了一顿后，我们一起回到了租房的地方。我想干刘麻子，抢了他的游戏厅。二哥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？我想出头，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而且老话说了，工字不出头，靠打工啥时候能发财？不得有点自己的事业吗？许梦娇答应了我，善后的事他兜着，到时候游戏厅可以给你们去打理，我会给你们争取股份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干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操，这憋屈日子老子早就过够了。二哥，我就等你邀请呢，干他。你呢？阿来。阿来直接脱了衣服，展露出他背上的伤疤，他的上面后背留下了10几条刀疤，横七竖八的，看着瘆人。这都是刘麻子的手下干的。当时新哥还在牢里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百事顺看场子。那帮云氏过来的小子上来就直接砍，我一个人拿刀跟他们刚，结果被砍了10几刀，在医院趴着躺了2个多月。我身上有仇呢，早就想干刘麻子了。你带着我一起干吧。这小子够猛，竟然敢一个人挑10几个人，这样的猛将，百事顺老板居然放他走。
好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饿着你。老三向我们介绍起了阿来，阿来全名陈福来，是我们鹅城博罗那边的人，比老三小几个月。博罗跟我们东门一样，是个很山的地方，家里就剩个老爸了，老爸又是个酒鬼，这导致他的童年十分悲惨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无理由的打。老三来刚同城混的时候，就认识了阿来。阿来说，遇上老三跟遇上个亲人一样，老三不仅不会欺负他，还处处帮他，比亲人对他还好，所以阿来很听老三的话。话说一天，他们俩约着去酒吧喝酒，两人喝了一会儿，就勾搭上两个身材哇塞的小太妹，大家一起蹦得正开心呢。老三和阿来正准备把妹子约出去吃炒粉呢，结果围上来几个小流氓，老三这气性哪能忍得了这个，上去对着对方老大就是一拳头。没想到这阿来更是生猛，就见突然掏出来一个梅花扳手，上去就是一顿锤，十几秒就把对面6个群放倒了。老三和阿来拉上那2个女孩，赶紧逃离了现场。不出老三所料，那晚上他们终于搞到免费太妹了。宋鹏飞好像对这些特感兴趣，觉得老三跟阿来特有古惑仔的范儿。星哥，下回去带我一个，我请客。小胖，你还是先减肥再说，人家太妹是好炮，但是人家也跳得好吧。星哥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我咋了嘛？有的妹儿就喜欢我这种肉肉的男的好吧？那是老实女孩，太妹就喜欢我们这带肌肉还有刀疤的男人，你不懂。江湖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图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女人是这个年纪无法避开的话题，过剩的荷尔蒙让大家变得异常活跃。小胖，你也跟大伙讲讲你自己。老三和阿来对你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深，以后大家是一条战壕作战的兄弟，有必要多交流一下。我没啥好讲的，之前就是在电子厂做的，老家是川省农村的，很穷，一座山头上就我们家一户，父母务农，家里还有个妹妹在念书。随着改革步伐不断推进，小胖为了家里的生计着想，毅然决然地跟着老乡南下打工。他的运气不错，一来彭城就跟着乡里的一个同学进了个岛国人开的大型电子厂里头。第1个月，小胖就拿到了2300的工资，他给自己留下300，剩下的都邮回家里去了。本以为可以靠打工改变家里的命运，没想到一个女孩的出现打破了他的梦想。小胖喜欢上了汉西车间的一个川省女孩，每天给女孩打1块钱1份的炒米粉做早餐。起初女孩是不答应的，看着小胖肉乎乎的，挺老实可爱的样子，女孩就答应跟小胖在一起。不过女孩却始终不肯跟小胖去开房，她要小胖攒够5万彩礼，两人才正式在一起。小胖为了爱情愿意努力，不要命的加班。1个月后，在一个夜晚下班后，小胖去找女孩，却发现女孩跟着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出了工厂。那个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管，不仅斯文工资也高，悄摸摸跟在两人后面。他看到女孩跟车间主管宾馆去了，车间主管是有老婆孩子的，小胖生怕女孩被骗了追上去，拦住了两人去路。渣男，你为什么骗他？你有家室的男人了，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宋鹏飞，你够了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跟什么人在一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傻逼！告诉你，我跟他早就在一起了，不止跟他一个，厂里起码有10来个人跟我拉过，他们不像你，只知道给我打1块钱的炒米粉，只知道口喊。我在这大酒店里随便一躺，挣得比你累死累活干1天都多，给我滚远点！你是骗我的对不对？你说等我攒够钱就跟我在一块儿的，说了要嫁给我的。女孩搂住主管的手臂，继续往酒店去。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？小胖呆愣了一阵，心情跌落谷底，怒气升腾。那时候他就一个念头，不能让这女人好过，于是掏出刀冲上去就把女人给捅了。很快治安队赶来了，还好没有捅到要害。小胖赔了些钱，被判了1年半。监狱里认识了我姑父黄坤，出来后被我姑父招进了金凤凰。听了小胖的事，我们3人都有些唏嘘。小胖，以后可不能再被女人骗了。那主管现在在呢，我哪天去教训他一下。别，再去找他，岂不是更让人看不起？就当是交学费了。以后我就记住了，老子指导里头不带感情。这就对了。老三仿佛像个过来人，其实我是最清楚老三的，读书时也做过人家舔狗，只是他死活不承认。老三、阿来，你们讲讲百事顺和好运游戏厅的事吧。二哥，你到底想搞哪家？2家我都要。支持，要搞咱们就搞2家，反正1也是强，2也是强。这2家的大股东都是刘麻子，且都由刘麻子的手下在看场子，要打就全打掉。对此大家没有异议。老三把2家游戏厅的情况跟我们做了介绍。老板刘麻子以前是做鱼生馆的，后面在朋友的介绍下，花了大几万搞了个牌照，开启了游戏厅。好运游戏厅一共有4个打手负责看场子，2个打手一班，轮流上班。之前几次派人去百事顺闹事，百事顺老板这才派老三砍了刘麻子的一个手下。之后老三进去了，刘麻子用1块钱的价格抢走了百事顺8成股份，剩下2成留给了老三之前的老板。他之所以敢这么干，据说是有个表弟在沙井周哥手底下做事。周哥是宝乡区3霸之一，主要在沙井一带做黑赌场的业务。百事顺游戏厅规模较大，或许是做贼心虚的原因，刘麻子在百事顺安排了11个打手看场子，主要力量都放在了百事顺那边。听完这些情况，我眉头微蹙起来。之前只是听说刘麻子手下有一帮云石来的打手，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周哥这么个人物。我们干刘麻子，周哥会出手管吗？不会，如果周哥会罩着刘麻子的话，上次我砍了刘麻子的人，周哥的人就会出马了。刘麻子最后是找了云氏这帮后生仔来报复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刘麻子的表弟也就是个看场子的小弟，
估计跟周哥都说不上话。刘麻子这是狐假虎威。再说了，刘麻子真的跟周哥有关系也不怕，咱们背后不也有人吗？徐总说了帮咱们善后，即便周哥出马管了咱们的事，徐总也可以搞定。许梦娇有这实力？那可不，人家可是许爷的亲闺女。许爷在的时候，凤爪帮可是宝乡区绝对的大哥大。那时候周哥不过就是个赌场看场子的小马仔而已。放到现在，凤爪帮被灭了，可是凤鸣集团依旧是周哥惹不起的存在。你以为公司养着的那些凤爪帮元老真的吃素的？他们只是年纪大了，锐气少了，不代表他们没用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有啥好说的？这样的话，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我把许梦娇给我的那袋子钱拿了出来，我把袋子里的钱全都倒在了桌子上，大家都呆了一呆。兄弟们，这是徐总给我的活动资金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老三阿来，你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刚好4张床，这钱咱们平分了他，每人拿个2万多，不管我们的事成还是败，兄弟们手上也有个收入在，不至于白忙活。反正我是豁出去了，要是成了，这些钱将来许梦娇总能赚回来；要是败了，我也没脸回金凤凰了。这些钱以后我个人慢慢还他。事情是我发起的，我得担当起。我对钱没有多大欲望，根本没想过藏起来一些再分，这数目只有我知道，我不拿出来都可以的。只是我不想兄弟们过得太苦了。我们几个都有个共同点，我们都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。江湖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图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来，我们把钱分了。二哥，这钱我不拿，我也不拿，我也不拿。二哥，我相信大家都不是为了这个2万多来的。到这之前，我就跟阿来说了你的过去。阿来讲，你以后一定是个当大哥的人。我们跟你干，是看你这人讲情义，有胆识，有谋略。我们图的是将来，不是为了眼下这些钱。就算这次败了也没事，咱们再找下一个目标，再来一次，哪有一次就成功的？混黑道，大多数人都是经过许多坎坷一步步起来的。如果许梦娇这点格局都没有，一次失败就放弃我们，那这样的大佬咱们不跟也罢。这钱需要用多少咱们就用，剩下的钱不管是成失败都还给徐总，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咱。好，兄弟们明事理，我心中欢喜。老三、阿来，那你们就赶紧搬过来吧。我们那波工作，我打个电话直接辞职不去了就行，你还是安排下游戏厅的事情吧。好，首先我们分组对百事顺和好运进行一下初步的侦查，最好是能找到他们的住处，还有就是侦查下刘麻子的动向。我们得找到一个刘麻子和打手们都在的时机，要当着刘麻子的面把云氏那帮小崽子全部打服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。说干就干，老三和阿来当晚就辞职搬了过来，当晚我们4人就分头行动起来。我跟小胖负责在百事顺附近盯梢，阿来和老三则去好运盯梢。我们很快就摸到了那帮云氏打手的住处，他们住在2家游戏厅中间的一个城中村出租屋里头。第2日醒来，我们2组人坐一块对情报。为了更好掌握刘麻子的情况，我让老三和小胖换了个位子，老三跟着我盯百事顺，小胖跟着阿来盯好运。因为刘麻子没见过小胖，小胖甚至可以进入游戏厅，近距离的观察刘麻子的情况。就因为我的这个决定，事情出现了意外。这晚我跟老三正在百事顺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，顺带盯着对面的动静。星哥，出事了！是小胖被砍了，人已经送到了医院。我和老三赶到了急诊门口，就见阿来在门口角落里抽烟。人呢？阿来把我们带到病房。小胖头上、胸前、左臂、右大腿、左小腿都被色纱布包裹着，浑身上下没几处好位置了。狂野哥，医生，我朋友他都是皮外伤，被砍了11刀，缝了140多针，最重的伤是手臂上的钝器伤，有点轻微骨裂，不过他年轻，休息几周就能恢复，这我就放心了。狂野哥，我疼，被打成这样，能不疼吗？小胖，你放心，哥一定替你报仇。小胖把事情经过跟我们讲了。傍晚，他和阿来来到了好运盯梢。小胖为了更好掌握情况，就进去游戏厅里玩了起来。阿来则在外头等小胖，同时也观察着游戏厅里头的动静。小胖跟其中一个打手搭讪聊了起来，试图问点东西出来。兄弟干你这也挺辛苦吧？有没有的休息？2人聊着正投机，那个打手就拉上小胖到里屋去，说里面有很好闻的新机器。小胖就跟着去了。据阿来讲，他看小胖跟人聊得挺好的，就没多想，所以当时没跟进去。小胖到了里屋之后，发现刘麻子也在里面。刘麻子身边还站着2个云氏来的打手。刘麻子手一挥，3个打手，2个拿刀，一个拿着棒球棍，一下就把小胖打回来，疯狂朝小胖护住。小胖死命护住头，2腿弯曲护住命根子。小子，听说你跟一个姓陈的在盯我梢啊？怎么看上我这游戏厅了？回去转告你的老大，就说我等着他，有种的后天晚上3点到我游戏厅旁边的烂尾楼来碰一碰。说完，刘麻子让人把小胖直接抬了出来，丢在了马路边倒。阿来发现后，赶紧叫了救护车。二哥，既然人家已经发话了，他们的那咱们就跟他们干。是呀，对方开口约架了，咱们不去的话，以后就会被人耻笑的。我倒是没想到，这个刘麻子这么有胆色。起初我还怕他不敢跟我们硬碰硬呢，搞得我还费尽苦心的。没想到他却迫不及待起来了，要跟我们光明正大约一架。他妈的，那就跟他们打！我一说完，老三马上拿出手机打给了刘麻子。电话一接通，我直接把电话拿了过来。刘麻子，我是陈狂野，就按你说的，后天晚上3点，烂尾楼，你他妈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。
口气还挺大。行，爷爷我就等着你，不敢来的是孙子。你他妈把你能叫上的人都叫上，到时候别说我欺负你。哈哈哈，有种，我喜欢，我等着你。你要是不敢来，以后就别在鹏城混了。从他的话语中，我感觉对方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，似乎对我们很了解。刘麻子怎么知道小胖是去盯梢的，还知道我姓什么？小胖之所以会进去游戏厅，就是因为刘麻子没见过小胖。那刘麻子又是从何得知小胖和我的身份还有意图的呢？我操，我们被人卖了！我首先完全排除了我们4人中有人背叛的可能。老三是我信任的兄弟，阿来更是跟刘麻子有仇。小胖都被砍了，不可能说小胖自己出卖自己，然后坑自己被砍吧？那么出卖我们的人，一定是认识熟悉我们的人。你们两个这2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？盯梢的时候，可曾看见有金凤凰的人？你这么问的话，好像真的有看到。那天我跟阿来去盯好运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侯主任在游戏厅附近。侯主任？对，我也看到他了，长得很猥琐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不会吧？眼无见到那这侯良生为什么这么做？没理由啊！或许他不想让我们成功吧。操，麻痹的！等晚好了，我非干死这姓侯的！小胖，你好好歇着，我会安排护工照顾你的。我们几个先回去商量下对策。狂野哥，你真打算后天去赴约啊？小胖神色中满是担忧，似乎已经看见了失败的结局。且不说刘麻子会不会再找帮手，单就他目前的人手，我们也是3v15的局面。这样的局面，不怪小胖会悲观。必须要去，肯定要去的。这要是不去，以后就没法混了，得被道上人吓死。这回是刘麻子先动的手，那到时候就别怪我手黑了。鹏飞，你别担心，他们是人多，但其实能打的不多。上次我吃亏是被他们先手了，我刚从厕所出来就被他们按住了，就这样还被我抢了把刀，砍伤他们好几个呢。我是看细狗这老板没啥格局，所以没打算拼命，真拼起来，那场仗他们起码得死2个。阿来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那帮人有过战斗接触的，他的话具有可信度。小胖没再多言，我给他找了护工后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江湖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等老三他们回到出租屋后，我们坐下来商量。你紧张吗，二哥？我确实紧张，之前没跟人约过架，但是我不会怕。我手上沾了人血，我知道人都是有恐惧心理的。那些出来混的是在求财，未必敢拼命。我们只要敢拼，就有胜算。不用紧张，到时候我直接进秦大龙的身，你们去抓刘麻子。要是刘麻子不好弄，你们就去砍秦小龙。秦大龙和秦小龙是刘麻子的左膀右臂。老三的方案是正确的，擒贼先擒王。我跟阿来没意见。我们3人中，老三是最能打的，他可是我师傅，由他冲最前面，把握最大。二哥那个侯良生你要怎么处理？妈的，得找机会教训一下他。不能这么做，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跟刘麻子串通在一起了。等办完这单，我会把侯良生的事跟徐总说，看他咋处理吧。狂野哥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你干嘛一定要在许梦潇手下？你有这头脑胆识，完全可以自己干啊！咱们把游戏厅抢了，你来做老板，我们自己发展，这不好吗？阿来，砍人不难，难的是后面平事。这个社会不缺敢打的，也不缺有头脑的，但是真正能做大的，都是会借力、会利用资源的人。我们就听二哥的，准没错，其他的别想，想多了反而坏事。到第2天晚上，老三和阿来在外头忙了一整天，傍晚的时候，2人拎着2个包回来了，里头是几身新纯牛皮做的背心，这玩意能扛住刀，另外还有些长短不一的铝合金方管。老三说这个玩意绑在手臂上、小腿上，就是个极好的护甲，还轻便。我算是开了眼界，这2个家伙比我想象中要专业。老三、阿来，今晚的行动的危险性，相信你们比我更新清楚。成了我们鸟枪换炮，更上一层楼，败了，那可能就是非死即残的后果。你们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必须的啊，二哥你别有负担，干就完了，师生是死我认了。狂野哥，你啥也别说了，不管结果咋样，我都不会后悔。我安心的点了点头，给他们散烟。就到了下半夜，我们3人换好装备，坐上出租车就往烂尾楼去。我坐在副驾上，抽着烟，我抽烟的量不自觉的就增多了。我再一次想起了我的女人阿珍，如果她还活着，肯定会反对我今天这样干吧。从她死的那一刻，很多事情其实就已经注定了。我扭头看向后座的阿来和老三，他跟老三都侧头看着窗外的夜色，神情是那样的凝重。即便对于他们这样的混了有一段时间的人而言，拿刀砍人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在我看来，混黑道的有几种人，一种是云氏那帮小崽子那样的嚣张跋扈、头脑简单的，一种是我们3个这样的有点经历、胆大心细、知道收敛也敢放肆，还有一种是姑父黄坤那样的沉着冷静，看起来就跟社会上的正常人无异，甚至有点老实可欺的样子，但是真的动起手来却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。最后还有一种就是龙叔和许梦娇那样的捉摸不透。这次我没有叫姑父来帮我，私下老三问过我一次要不要叫坤叔，我说不要了，我不想拉姑父进来，他还有个姑姑要照顾。我们3个在烂尾楼不远处下的车，看样子他们的人都到了，上吧，走。此时我们3人的脚步都无比坚定，我脑子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杂念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抢了游戏厅，把他们干服。等我们3人一进来，屋里站着一排的人，刘麻子坐在后面，笑盈盈地看着我们。他们不止15个打手，不知道从哪里又喊了外援，站着20来人。胆子不小啊，3个人就敢冲我好运的场。这狗东西果然是老江湖，够谨慎阴毒，明知我们人数没他多，还叫了外援来。
你就是陈狂野。我没吱声，这人就是这帮打手的老大秦大龙了。由此我更为肯定我们是被出卖了。这家伙都知道我全名了。大龙还磨叽啥？给我干他们！对面一众人等开始向我们走来。就在这时，老三从我身后快速冲出，直奔走在最前面的秦大龙而去。其速度之快，令人瞠目。在秦大龙举起刀的同时，老三一刀直接扎进了秦大龙的左肾部位。秦大龙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扎了对方的7、8刀。快上！我冲向秦小龙，那家伙胆小了，马上躲在了后面蹲了下来。我对着就近冲来的人就是一顿砍，阿来也是猛而已。操你妈的！来，都来，想死的全部往这来！砍死他们，砍死一个我奖5万。中奖之下必有勇夫，那些人都红了眼，抡起刀就往我们身上招呼。猛虎难嫁群狼，我们3人都中了刀，场面急转直下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可能要死着。我跟老三再次对视，两人同时冲向守着刘麻子的那2人，我2刀砍向那2人下盘。老三第一个冲上去，一手扼住了刘麻子的脖子。放松，慢慢呼吸，别乱动，不然扎破你的肺我可不负责。让他马上住手！快住手！住手啊！我趁机走进秦小龙，我用刀扎进了他的小腿，把秦小龙拉了出来。救命啊！哥，救我！秦小龙个子瘦小，胆子也小。秦大龙浑身是伤，手脚被废，此时只能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弟弟，一脸担忧。就在这时，姑父来了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金凤凰的另一个族长林志全林叔。看到林志全手里拿着把大砍刀，整个人宛如一个冷面煞神似的，这就是老江湖的威慑力。我们好像没啥作用。他2耸肩转身直接出去了，坐在了门口不远处抽烟。哥，救我！狂野哥，我们服了，求你别伤我弟弟，求你了，我们都是穷孩子，拿钱办事而已，彼此本无大仇。你现在赢了，你拿你该得的东西，我们绝不干涉，只请你饶我们一回吧。我会带兄弟们离开彭城，再不踏进彭城一步，求你了，狂野哥。秦大龙倒是有点脑子，这时候知道服软，也知道成王败寇的道理，念在他们也是混口饭吃，且还有兄弟情谊，我便松开了秦小龙，赶紧滚！云氏那帮人没受伤的搀扶着受伤的离开了。这场硬仗终于是打赢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几个在江湖上也算有一席之地了。最后剩下刘麻子，已经吓得傻了。狂野哥，有话好说啊！你们不是想要百事顺吗？我给你们就是了。我没搭理他。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。你的老三？我一点问题没有。你的2个？我也还好，确认大家都是些小伤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江湖路是不归路，江湖人是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我们把刘麻子带回了好运游戏厅，又从裤兜里拿出转让合同。谁给你通风报信，说宋鹏飞是来盯梢的？说是侯良生，他奶奶的！签字。合同上甲方，也就是出让股份的一方是刘麻子，乙方受让方我空着，以后给许梦娇自己填。狂野哥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吧？我已经把百事顺的股份都给你们了，还要我的好运游戏厅全部股份？刘麻子，你还别怪我们不讲理，为什么我们偏要抢你的，不去抢别人的？你当初抢百事顺的时候，砍我兄弟阿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自己办事的不地道？这时候你跟我讲道理了。许你州官放火，不许我们百姓点灯，赶紧签了！狂野哥，别这样搞啊！留点饭给我吃吧，我赠送2成股份给你好不好？这就不少了。阿来默不作声的拿起刀，走到刘麻子身边，一刀朝他耳朵砍去。阿来，我想制止，可太迟了。阿来这家伙直接把人家一只耳朵割了下来。阿来嘴角抽搐几下，估计想起了之前被刘麻子的人砍的痛，此时变得异常激动，准备砍刘麻子另一个耳朵。这时候我没制止了，我签还不行吗？干嘛呀？这是阿来停手啊！看刘麻子这个状态，我判断他是彻底的被我们整服了。等他签完字，我问刘麻子要来了保险柜钥匙，还有各类印章、执照和法人证件之类的。别想搞事情，别忘了你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。一切都听哥的。刘麻子的老婆孩子在老家，这些年在彭城市挣了不少钱了，大部分都邮寄回家了。我判断这样的人是不舍得跟我们再拼命的了。刘麻子离开后，我第一时间进了办公室，里头有个密码箱，打开一看，上层都是些账本一类的，里头竟然有6万多的现金。我找了个提包，全部打包带走。出了门，严重不啊？没事儿。你们2个呢？都没事。让你交上我，你不交，以后再这样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林叔告诉我们，他们晚上去看小胖了，逼问了老半天才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，于是匆匆赶来。走吧，去金凤凰放松下，刷我的卡。林叔下回的吧，我们事儿还没办完，还得去趟细狗家。姑父，你送我们一趟呗。姑父见我们要办事，也就没多说，开上车带着我们几个往细狗家去。细狗是老三和阿来之前的老板，也就是百事顺之前的老板。我敲响起了细狗家的门，这会儿已经是凌晨5点左右。细狗一家还在睡梦中，等了好久，细狗才骂骂咧咧的开门。一见是我们3个，个个身上都还挂着点彩。外面溜吧，我不想买你剩下的2成股份，你开个价吧。这是我们行动前就商量好了的，将2个游戏厅改招牌，以后统一管理。为了便于管理，尽量的就不要那么多股东了。看细狗这般惊诧，我猜他是害怕我跟刘麻子一样用1块钱买他股份。阿宽伯，你不必担心，该是多少钱你就说多少钱。50多岁的梁宽喊他一句阿宽伯不为过。我的客气和温和令梁宽缓过神来，两眼满是警惕的看着我们3个。我2哥一口唾沫一口丁的人物，不差你钱，你不要狮子大开口就行。真的要买？
那就给个8万块钱吧，牌照、执照那些都转给你们。这个价钱不高，百事顺在福永一带来说是最大的游戏厅了，一个月照老三的保守估计就有7、8万的利，2成股份一个月起码能分1万多块钱的分红，他只要8万，合情合理。我猜刘麻子做了百事顺大股东后，必定做假账骗梁宽，梁宽可能一个月拿不到1万多，所以他这会儿才开这么个低价。见我们仨一时间没说话，要是为难，少点也行，给7万怎么样？就8万，这里是6万定金，剩下2万等你协助我们办完手续就给你。我们本来可以跟刘麻子一样直接抢的，我之所以这么对梁宽，首先他是老三和阿来过去的老板，总有些旧相识的情分在。虽说人没多大干劲，可是起码有信用，该给底下人的钱从没少过。梁宽呆愣着看看我们3个，确认我们不是开玩笑之后，这才把钱收起来。爷哥，我活了半辈子了，见过不少人，你以后肯定能成事。爷哥，这股份我不想卖了。不是你啥意思，先生？不，你们听我说，我是看爷哥为人仗义，我想跟着爷哥发点财。我知道你们是想把2家游戏厅统一管理，怕我这个外人给你们添麻烦，你们换个角度想想，我做这行这么多年了，手上也有些固定客源，再就是管理游戏厅，我可是有经验的。这里有很多麻烦事，你们留下我吧，我对你们有用。要是你们肯留下我，我可以再出1家游戏厅，钱全部我出，你们去打脸，我只占2成利就好。你不是不想管事儿了吗？怎么这会儿又想搞了？还要投资新店？这行开店和管理都不难，难的是确保安全稳定的运营，得有一支能打的队伍看场子才行。要是像我之前那样，我肯定不想干了。我再去开个店，还不是给刘麻子那样的人抢？现在不同了，你们一看就是能成事儿的人。爷哥这个人办事还地道，有信用，靠得住，那我就跟着你们发财就好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，我就安排个收银闸接待的人，知道每天的流水就行了，其他事一律你们说了算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吧。听老三他们讲过，开个好运那样中小型规模的游戏厅，投资也就是15万左右。要是像梁宽这样有行业上下游资源的人，可能成本更低。梁宽投这些钱，生意好的话，不到1年就挣回来了。他是个会做生意的，可教，而且是个有眼力的人，还敢赌，是个人才。阿宽伯，既然你信得过我陈狂野，那我们就一块玩。梁宽咧嘴笑了，有些苍老的眼神里泛起了金光，难掩心中激动。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，事情一定。江湖路以书为路，江湖人士过河卒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我们3个来到了医院，跟小胖分享今天的成果。小胖听了燥得不行，直呼过瘾，恨自己未能参与我们的行动。护士，护士，我要出院！宋鹏飞叫着喊着，非要出院，说接下来的事他得帮帮忙才行。回到住处，我把好运来的账本拿出来，大致核算了一下，这里还有百事顺的账目，都由刘麻子在管理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难怪阿宽伯说新店只拿2成都愿意。卧槽，这么挣钱！好运规模小一点，一个月流水都有30多万，净利润5万多。百事顺一个月流水60多万，净利润在10万左右。如果我们再开一家新的游戏厅，岂不是马上可以突破月流水100万？那追上朱家新的200多万流水，可就是指日可待了。我开心的不行，看看时间还早，拿上包就出了门。我要把今天胜利的喜悦赶紧分享给许梦娇。来到国豪酒店505房，我敲响了房门。来了来了，这么早过来了？她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洁了，凹凸有致的身段让我难以挪动双眼，那种带点倦怠的样子，更是多了些暧昧亲和的感觉，就好像我跟她是相识多年的自己人一样。我可能是太久没闻女人味了，一靠近她我就有点心发慌。我坐在了上次坐过的位置，许梦娇点上根烟，这才恢复些精神。事情有进展了？是的，徐姐，我把9万多块钱和刘麻子那里缴获的6万放在了茶几上。这什么意思？这9万多是你上回给我的经费，我只用了几千租房子和智商，兄弟们说这钱用不完的就还你。这6万是好运游戏厅缴获的，眼前的钱我当然可以全部自己吞了，可我不能那么干。游戏厅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下去了，相信很快官面上的人就会找来。昨晚受伤的那些人，即便他们不报警都好，只要他们一去医院，治安队马上就会收到风。我们还需要许梦娇的庇护，这里可能就要用到很多钱。许梦娇用十分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陈狂野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把钱还回来给我的人。这么些年来，我给钱让别人去做事，从没一个人会把钱送回来的。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。他没继续说钱的事，而是问我昨晚的情况。我把百事顺和好运的转让合同摆在他面前，把我们的行动详细跟他讲了。对于细狗梁宽的合作，许梦娇很是看好。梁宽这人我很早就知道，在鹏城混了10几年了，是个有信用的人。你能得到他的认可，鹏飞咋样了？现在都是皮外伤，已经出院了，说要帮我们跑工商啥的，怕我们弄不好。这个不用你们跑，一会儿我从集团调个会计给你们用，执照更名那些让他去办就行，他专业一些。好，全听您安排。投梁生的事交给我，我会给你们个交代的。好，谢谢徐姐。许梦娇把合同收起来，然后把桌面上的10几万全都装进了箱子里。弯腰的时候，我不自觉侧头看了看，顿时心跳的厉害。许梦娇好像发现了我的窘态，并没有不高兴，反而开心的笑了起来，玩味的看着我。看来你是真的饿了。什么？
我们是混黑道的，又不是什么社会贤达，没必要压抑自己的欲望。桑拿部来了2个岛国的，你要不要去体验下？我给那边拨个电话，还没上过钟的，新鲜着呢。不，谢谢徐姐关心了。那些钱你带回去，我给出去钱就不会再往回要了。拿几万出来给兄弟们分分，让大伙高兴高兴。剩下的钱就用来翻新游戏厅吧，统一用金凤凰的招牌做漂亮做大点，地板厕所啥的都重新装修一下。我许梦娇的场子不能太寒酸了。明天你从社会办里挑10个组员，协助你们3家游戏厅的安保，账目我会安排个会计过去管理，总利润的70%上交公司，30%由你支配。你们游戏厅项目单独建立一本账，5万以内的开支只要你签字就可以，你看行吗？30%就不少了，除去梁宽的分红，3家游戏厅保守估计1个月最少还能有18万的利润，18万的30%，那就是5万多。这5万多，我跟老三、阿来还有小胖4个人分，每人可以拿到1万多，而且我们在集团还有份基本工资呢。谢谢徐总，你们应得的，不用客气。喂，廖队，这么早有何指示啊？对，是我手下人。好，那就中午吧，一起吃个便饭。好，我在国豪酒店的中餐厅包房等您。是治安队的吗？好不好处理？没多大事，这些都是小角色，这是没到执法队的层面，就不要紧，真到了执法队也不怕。区执法队我也有人。徐姐人脉真广，这算什么呀？这都是我爸爸之前关照过的人，他们以前都是小角色，这些年成长起来了而已。我爸当年的人脉才是真牛逼，不过可惜，随着凤爪帮的倒台，很多关系也被牵连了，被抓进去不少。讲到许爷，他脸上显露出少有的忧伤。你就别走了，就在这些会儿吧，待会儿跟我一起见一下廖队。啊，孤男寡女不太好吧？啊什么啊，我还能吃了你啊？你昨晚熬了一夜，不困吗？困是困的，可是这样不好吧？徐姐，你是我的老大，这样以后大家怎么？想啥呢你？又没让你上我床，你在客厅，快睡吧。我昨晚也没睡好的补会觉。我老实的躺在沙发上，空调很凉，很快我就睡了过去。昨晚实在是太累了。突然，我被许梦娇叫声音惊醒，走进房间一看，爸，你别走，别离开我。徐姐，我在呢，别怕。狂野，他突然坐起来，一把抱住了我，手臂温热光滑，身前2座高峰触感微妙，他的胸很坚挺。我大气不敢出，这留过洋的女人就是比一般人大方开放，说抱就抱啊。我刚才梦见我爸爸了。他设置的闹铃响了，许梦娇松开了我，而后偷瞄了一下我的神色。你稍等下，我洗漱下换身衣服就可以出门了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洗完澡化完妆，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，我就这么枯坐着，一言不发。他化好妆突然来到我身边，我清理干净的衣服，被伤口渗出来的血染红了一小片。要紧吗？没事，我兄弟帮我处理过了。一会儿我送你去缝几针，你这刀口有点长，不缝线很难好的。算了吧，去医院免不了被问7问8的。我有熟人，你给你受伤的兄弟也打电话，叫他们到公司后面那个阿俊诊所来。我按照他的吩咐办了，给老三和阿来打了电话。我跟在他后面出了门，上了他的粉色保时捷。来到阿俊诊所后，一个男子开始给我缝伤口，这人名叫阿俊，30多岁的样子。弄好之后，我出了诊所，等着老三他们来。不多会儿，老三和阿来走过来跟我打招呼，叫人，这是许梦娇许总。许总，进去报我名字就行，医药费我已经给过了。老三跟阿来点点头，走进了阿俊诊所。许梦娇开车带我回到了国豪酒店，我们坐在包厢里等廖副队。不多会儿，一个男人走进了包厢。好久不见了，廖队。好久不见，这就是陈狂野吧？廖队好，我就是陈狂野。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，3个人就敢跟那帮云氏的人干？这都是被逼的，他们先打我兄弟。呵，江湖恩怨我不打听。以后我这兄弟要在您片区里讨饭吃了，您多关照。好说，昨晚的事儿过去了，不会有人再问什么的。这论起来，狂野老弟也是帮了我们治安队的忙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帮云氏的小崽子太不讲规矩，本身做着游戏厅，又不是缺钱，晚上他们还当街抢人家手机项链，给我们惹了很多麻烦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总算能清静一会儿了。廖副队的名字我在账本上也是见过的，好运和百事顺，每个月都有向他上供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小弟做的，廖队尽管吩咐。我们几个兄弟刚接了刘麻子的场子，很多不懂的，还请廖队多多提点。我观察许梦娇的神色，他并不反对我巴结人家，甚至还很欣慰。我跟许总都是老熟人了，不必客气。以往刘麻子他们的数我不是很清楚，我们几个兄弟刚来，还得仰仗您关照。以后我们每个游戏厅给您这边这个数，您看可以吗？好说，都是老熟人了，多少都无所谓。之前刘麻子他们是给8000，我抬到了1万，这家伙当然是乐意了。廖队，我敬您一个。这顿饭我吃得很别扭。送走廖队后，许梦娇也回了国豪酒店。许梦娇让我明天下午带兄弟们来趟公司，把入职办了，顺带开个部门会议。我回到出租屋里，老三和阿来缝好针早已经回来了。小胖正在联系装修公司，准备安排人进场搞新店装修。梁宽那边刚来电话了，说门店已经找好了。这梁宽真是个做事的人，昨晚刚谈好的合作，这就把门店找好了。来，这是徐总给兄弟们发的1人1万，剩下这10来万，徐总没要，
让我们用这钱把好运和百事顺翻修一下，搞漂亮点。徐总这人有格局，牛掰！徐总真是做大事的人呢。接下来我跟他们讲了许梦娇的分润方案，我们兄弟几个拿30%的利，大家完全没意见。我的意思，这30%里头，我们每人拿25个点的利润，大伙平分。这样不合适，老大就该有老大的待遇。这个项目是二哥牵头的，也是你组织上的，你应该拿最多。二哥40个点，我们3每人20个点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没意见。3家游戏厅3成的利，最少都有5万4，这5万4里头20个点也是1万出头了。我天，这就不少了，我也没意见。瞧你那才迷样，怎么样，哥几个，晚上我们去金凤凰桑拿好好放松放松吧。那必须的呀，搞起搞起！你都这样了还想去玩吗？也不怕线头崩开了？没事，我们不动，让那小娘们动。走走走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就不去了，别搞得太晚，早点回来休息，养好精神。明天咱们还得去公司开会呢，小胖。明天徐总会安排个会计来，你负责跟会计对接下，让他去跑执照那些，人家专业点。好嘞，狂野哥，你真不跟我们一块去啊？二哥不去咱们去，没事。老三是知道我的心思的。这天傍晚，姑父就过来了，还带了5个手下一起来的。这5个手下我认识，跟我和小胖是一个组的组员，分别是山炮、刀郎、大华、亮坤、阿水。这几个人是姑父手下年纪稍微轻一些的。姑父跟我说，徐总已经找他谈话了，知道我这边需要10个人手，就特意带了5个过来。这些都是姑父选过的人，他觉得用生不如用熟。我点了些钱，给每人发了300，让他们跟老三几个一起去公司的桑拿会所好好玩玩去。想让人家听你的话，好处肯定是不能少。走啊，坤叔，一起啊！瞎鸡巴叫啥？我能去那种地方？山炮尴尬的看看我，一溜烟跑了。我跟你说点事。姑父很严肃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虚张声势，用这种严肃掩盖其内心龌龊的一面。要说的也不是啥大事，就是手下这帮人的安置问题。姑父建议让阿来、老三、小胖一人管1家游戏厅，然后让公司调来的那10个人，还有老三他们3个都住到游戏厅附近去，要我别跟他们住一起，就好比许梦娇一样，当老大的得有个私人空间。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办组长以上的人都有独立宿舍的原因。什么都搞到一起，时间一久，大家就没了敬畏，队伍就不好带。姑父说他明天会让人把房子找好，到时候他会通知我手下这帮人直接搬到新住处去。社会办有3个小组，姑父又向我推荐了其他2个小组里的5个人，写了个名单给我，叫我明天开会自己去点名要。这些去游戏厅看场子的人，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。我替你寻摸的这些人，都是我观察了很久的，你可以放心用。谢谢姑父。走，去我那，你姑姑炖了猪心莲子汤。我姑回来了。我用我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到了车上，我把2000塞给了姑父。刚从牢里出来的时候，姑父给了我1000零花钱，现在有钱了，我就还给姑父。跟我见外是吧？我跟你见外啥？这不是还你的，是我孝敬你的。怎么，你不让我孝敬？臭小子！姑父侧过头去，不敢看我。我知道他心里很开心。回到姑父宿舍，几天不见你都瘦了。姑，怎么你次次见我都说我瘦？看我给你买了啥？我拿出提前买好的手机。哟，你这孩子，给我买手机干啥？我不要，赶紧退了去，这得多贵啊！臭小子有自己产业了，现在这些钱不算啥，收着吧，孩子的心意。见姑父去上厕所，我兜里还有3000多，偷摸的拿了2000出来，塞给姑姑，你自己藏着花，别给我姑父了。不用姑有钱用，拿着拿着，回头自己去买些新衣服穿穿。看你那鞋子都穿多少年了？好孩子，你比你哥有良心。提他干啥？他叫爸看我，叫我别来捧场，我没理他。你爸把你阿公留下的几间房子卖给村里陈忠祥了，卖了1万5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随便他吧。狂野，有个事就是你阿公的坟在你家山林的山脚下，这山林现在卖给陈忠祥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。山脚那块地也卖了。是。我心里一紧，之前我就跟养父讲过，要处理家里的东西我没意见，可是我阿公的坟地不能动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想不到这人居然这么做事，连同坟地一起卖给别人了。我马上问姑姑要来陈忠祥电话，拨了过去，可是陈忠祥没接电话。晚点再打一个，应该在忙，他应该不会动你阿公的坟吧？得把那个土坡子买回来，让我阿公躺在别人的地里，这怎么行？必须买回来我才安心。姑父回来看我焦躁不安的样子，就问咋回事。听了我姑姑的讲述后，姑父黄坤皱眉抽起了烟。你爸这是故意的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陈忠祥不敢怎么样的，了不得就是问你多要2个钱，你给他就完了。他要是敢搞事，我回去剁了他。问他想要多少钱，你把那个土坡子买回来，回头有钱了再把坟修修，用水泥封起来，100年也坏不了。喝了猪心汤后，我告别了姑姑姑父，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。小胖他几个出去玩还没回来，我再次拨打了陈忠祥的电话，这次接通了。钟祥伯，我是陈狂野。哦，狂野啊，你出来了。前段时间刚出来。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听我姑说，我爸把家里山林都卖给你了。没错，我准备种一点桉树。那个我就直说了，我阿公不是葬在山脚下的土坡子上吗？我想把那土坡子买回来，你看成吗？
哎呦，这就不好办了。我刚找工人在那土坡子上种上桉树，没事，那些损失该多少钱我来出。不是阿伯了你，桉树加人工啥的，就花了4000了。那个土坡子怎么也值个3000吧？你一起给我7000就行了。就7000，我过段时间弄到钱了就回来找您办手续，可以不？可以。口袋里只剩2000多了，手提箱里是有钱，可是那是准备拿去翻新游戏厅用的，还是过段时间等游戏厅有分红了再说。公司副总朱家兴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在我住处楼下，想跟我一起吃个午饭。他跟我吃啥饭？我跟他压根没什么交集啊。怀着疑惑，我还是下了楼。朱总，你这车不错啊，挺贵的吧？不贵，买的二手车。在哪买的？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，才花了6万6。这么划算，靠谱吗？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没有重大事故、火烧泡水车，还有2万公里质保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那真不错，等我工资下来也去看看。庞爷，恭喜恭喜啊！真是年轻有为，一来就搞了3家游戏厅，厉害厉害！谢谢朱总。上了车，车子往餐厅开去，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包厢，点了一桌的菜。我跟许总算是老相识了，小时候我们2家就走得近，我爸之前跟许爷就熟悉。我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是向我展示他的实力吗？还是告诉我他和许梦娇是牢不可破的关系？是吗？那挺好，许总有你这样的得力帮手，是他的福气啊。据我判断，许梦娇跟朱家兴的关系只是表面上看着很好，实则许梦娇是暗暗防着朱家兴的。许总难，我也难。你刚来，很多事你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外人传我跟许总是面和心不和，其实这是没有的事。就拿社会办侯主任的事来说，大家觉得那是我专权，在要害部门安插一个我的同学，其实那完全是冤枉我了。侯主任是自己来面试的，面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。一通话说的我云里雾里的，完全搞不懂啊。许梦娇从未正式讲过她对朱家兴的看法，都是我猜测的。她不放心朱家兴。许梦娇管理这么大的集团，社会事务办主任这样的重要岗位，她不可能不要做被调的。但是她碍于面子，不能得罪朱家兴。侯良生现在即便犯了事，做了25载，许梦娇也不能拿朱家兴怎么样。嗨，想不到你们高层也这么辛苦啊。可不是嘛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你来了，以后你可得帮哥哥我多分担些压力。朱总，你这太抬举我了，我不过是一个小组员而已，马上就不是了。朱家兴意味深长的笑笑，我侧目看看他的神色，应该是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的样子，可我不问。庞爷，我虚长你几岁，喊你声老弟不过分吧？刁你公规的，40多的人叫我老弟，我才20冒头，不过分。饭后，我带着老三和阿来他们到公司办理了入职，是朱家兴亲自带我们去办的。之后，朱家兴带我们到了会议室，说一会儿有部门会议。不多会，许梦娇就走进了会议室。朱家兴坐在许梦娇的旁边。好了，开会，先宣布几个人事安排：1. 侯良生即刻起卸任社会事务办主任一职； 2. 任命黄坤为凤鸣集团社会事务办主任，享受1级工资待遇； 3. 任命陈狂也为社会事务办组长，享受2级工资待遇。最后再跟大家介绍2位新人，林云星和陈福来，他们都是狂野新收进来的兄弟。好，坤叔，你是帮会老人了，你跟大伙说说，之前帮里是怎么处置25载的？这话一出，侯良生身子忽地微微一抖。这个我们以前都是有很严格的帮规的，发现25载，轻则3到6洞，重则自绑自杀。姑父这话一出，侯良生吓得魂都要出来了。3到6洞，就是自己扎自己的大腿3刀，必须洞穿才行，这样才能做到扎3刀有6个洞眼。自绑自杀，就是自己请人把自己绑了，然后跳河跳海死，或者其他什么死法。谁让你去做25载呢？不能怪规矩严格，怪就怪自己不该出卖兄弟。侯主任，你觉得这处罚咋样？这个过于严苛了，咱们是企业，不是帮会，恐不适合这样严苛的惩罚。侯主任高见，那我们就搞个轻一点的，1刀1洞怎么样？全凭许总定夺。拿把刀过来。侯良生，你自己来吧，扎1刀就行。什么？许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跟我装呢？刘麻子已经招了，就是你给他报的信，你差点害死了宋鹏飞。不是，许总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朱总，你帮我说句话。动了，侯良生，敢做就要敢当，别逼兄弟们动手。不是，朱家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翻脸不认人是吧？不。朱家兴突然疼得起身，快步来到侯良生身边，一把抓住桌上的刀，下手十分果断。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许梦娇。我有错，作为副总，我没有尽到监管义务。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同学，作为同学，我平时也没有尽到警示提醒的责任，这才让侯良生铸成大错。虽说他人不是我招进来的，但毕竟我是他上级加同学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请许总严厉处罚我。朱总严重了，全叔，麻烦你带人处理下现场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到这里。好，这朱家兴看着斯斯文文的，下手真黑，他是在灭口吧？你都看出来了？傻子都看得出来好吧？是啊，那许梦娇更不可能看不出来了。可见许与朱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。朱家兴今天这一刀下去，更是造成了2人间无法弥合的裂痕。管他呢，不过二哥，朱家兴那辆车挺酷的，你小子眼光可以。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，买2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那之后我们也得搞一辆。众人散去，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
会议结束后，我按着姑父给的名单找了剩下的5个组员一话，叫他们去游戏厅跟着我干。由此，我的第一支队伍算是组建成功了。金凤凰一共2个项目，现在社会办40多号人守着商 K 和桑拿2个场子，属实有些臃肿。我们调10个人走，相当于也是给公司分减了一部分压力。会计跟小胖对接上了，后续还跟梁宽一起负责新店装修和老店翻新的事。姑父在城中村给老三阿来他们找了个独门独院的房子，老三阿来负责操练他们，事情在有条不紊的推进。兄弟们能干，我就轻松了。这天桑拿和商 K 没啥生意，饭后我就在姑父宿舍里看他们炸青花。林志全今天很旺，已经赢了300多了。眼看到了下午上班的点，今天轮到他值班，他得去厂子巡场。狂野，你帮我去看看厂子行不？我这正旺的时候。没问题，林叔。你们老来我这打牌，还指使我侄子干活，我得抽点水，抽5块钱一把。要点逼脸不？我下了1楼，顺着商 K 包厢顺序查看着。狂野哥好，巡场的狂野哥。公司的人见了我，纷纷跟我打招呼，非常有礼貌。我能发现他们的紧张和畏惧，或许我的一些事早已经被传开了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敬我。我很快就把3层楼都巡查完了。接下来就到了4楼的桑拿部，存巡查完2层楼，准备从楼梯下去，就听到楼道口有人在说话，就见朱嘉欣和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女孩，这显然就是啤酒妹了。他们一般只在1到3楼的商 K 活动，怎么来桑拿部了？小黄，你不再考虑？谢谢朱总，我还是去卖我的啤酒吧。卖啤酒能挣几个钱？到我桑拿会所来，你这条件，客人肯定喜欢，一天上8个钟都没问题。我给你高分成，保你一天最少能挣到2000块，怎么样？要他公规的。朱嘉欣在这偷偷挖楼下商 K 的人。朱总，您不必再说了，人各有志，我不想吃那碗饭，要是没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妈，你这样的女孩还真是少见。你不愿意服侍客人，那你愿不愿跟我？我每个月给你1万，再给你租个大房子，怎么样？朱总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可以先给你1个月的钱，我们试着相处一下。如果你发现自己适应不了，不喜欢跟我在一起，你可以随时走。朱总，请不要再说了，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说罢，女孩快速离开。好，装什么逼？给别人蒙，却不给老子玩，什么玩意？这朱嘉欣手下70、80个桑拿妹，为什么还不满足？真是个贱兮兮的男人，身边多的吃不过来，上赶着让他吃，他还不满足，非要舔着脸在这搞人家啤酒妹。这老东西，公司这2天都没啥生意。我游戏厅的项目倒是推进的蛮快的，好运和百事顺的翻新已经完成，正在做招牌了。新店离的百事顺也不远，目前硬装也已经完成，正在上机器了。公司的制度是这样的，现在社会办3个组长，我是负责外部事务，也就是游戏厅的事务，所以我是不用到公司的厂子巡场的。姑父现在是主任，基本不用干活，就是监督手下人就行了。现在我游戏厅没开业，那么我跟姑父就都很闲，姑父就带着我学开车，我学的倒是很快，已经通过了考试。考完试以后，我跟姑父回到了宿舍，在门口就听到有个女孩在跟姑姑聊天。婶子，这个鱼你来弄吧，我不敢杀。好的，云丫头，你放外就行。云丫头来了。是啊，坤叔，我买了点海鲜，中午我们吃海鲜粥啊。好，多放点米。狂爷爷来了。我认出了她，正是前几天在楼廊上跟朱嘉欣谈话那个啤酒妹。我认识她，她叫黄小云，是我们镇上的，家里跟我姑父家挨得很近，她爸跟我姑父走得也近，属于发小，比我大2届，今年23，花一样的年纪。她家条件也不好，她还有一个特殊而敏感的身份，肖丽珍的表姐。那晚我跟阿珍县城河堤边聊天的时候，阿珍就说过要去彭城找表姐，去做啤酒妹。当时她口中的表姐就是眼前的黄小云。云姐，我内心十分忐忑。面对黄小云，我有种难以言表的愧疚。你来了。黄小云面无表情地跟我打招呼，转身低头继续忙活着。从她眼神的急速变化中，我捕捉到了一丝丝伤感，还有一点点愤怒。表妹没了，她肯定是难过的。阿珍为我挡道，她会怨我这我也没话说。云丫头，你进去喝茶聊天，这里我来。来，喝茶。云丫头也在我们商 K 不做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嘞。前不久刚来的，原来在沙井那边做的，那家 KTV 倒闭了就过来了。欢迎云姐过来，早该过来了。我姑父在这也有个照应。就是啊，你在这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和狂野。谢谢坤叔。以后来不准买菜了，不然叔不让你来了。没几个钱的。商 K 部的夏静茹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坤叔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夏静茹是许梦娇亲信，是商 K 部主任。看来姑父是有打招呼，所以黄小云在公司并没受什么不公正待遇，没受委屈就好。下午你要回东门部，我跟你姑姑还有云丫头要回去趟。我叔身体不是很好了，我就不回了吧，等我攒够买地钱再回。够了吧？我自己可以挣，你挣了再还给我就是，收起来唧唧歪歪的，我的钱将来不都是你的？一句话直接给我干破防了，眼眶一红，吸吸鼻子，我噗呲笑了笑，把钱揣兜里放好，准备和姑父他们一起回去一趟。黄小云的目光盯着我的手，看着我把钱装进去，眼神里流露出羡慕。她也是个可怜人，老妈死得早，老爸腿瘸了，家里就靠她挣钱。云姐在这干的还舒心吗？还行，收入应该还可以吧？没多少，不过比之前那家强。听了我莫名心酸，不过令我尊敬的是，她起码有自己的底线原则，没有被朱嘉欣那样的人诱惑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
吃完后，到了停车场的车边上，姑父这老逼瞪竟然叫我和黄小云坐后座。车子开出，回去了就给阿珍烧点纸吧。他突然的一句话炸得我脑袋发晕。阿珍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，早就有过去看看阿珍的打算，可是没勇气。好，记下了。车内空气变得压抑，一路无话，很快就到了我们镇上。姑父先把黄小云送回家，等待小云下车后，这500包一下送过去。姑姑赶紧从手套箱拿个红包，下车追上黄小云。给你爸爸的，我们也没带什么东西，给他买点鸡蛋吃。不用婶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拿着拿着，听话孩子。姑姑把红包塞进他手里，转身就走。然后我们3个就来到了阿公坟前。姑父马上拿出手机，走到一旁，他扯着嗓子跟镇上朋友聊了一阵，叫人马上来修阿公的坟，得多少钱？你不用管，阿公的坟得我来出钱修。他还是我岳父呢，我出怎么了？我和姑父跪下给我阿公烧纸。爸，你一辈子没享福，省了一辈子，这下就不用省了，可劲儿花吧。想买啥想吃啥你自己随意。我不孝，你走的时候都没在。爸，我对不住你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也是身不由己，不是我愿意的。这个矮小的男人，刀剑加身，眉头都不会皱一下，眼下去却哭得稀里哗啦。阿公知道，他不会怪你的，他最理解我们这些子孙了。不多会来了一辆拖拉机，车斗里拉着水泥沙石那些，下来3个男人径直朝我们走来。他们是姑父叫来的工人。我问其中一个年长的，修我阿公的坟要多少钱？他悄悄告诉我，包墓碑弄下来得9000多。姑父收入是高，可是才出来没多少时间，又抽烟喝酒打牌，他哪里存得下这么多钱？我把我姑拉到一边问个究竟。姑姑告诉我，这次回来前，姑父去找了林志全，借了3万块，就是为了阿公的坟。姑父一早就看出了我的窘迫，所以闷声不响就去找人借钱办这个事去了。今天回村来，主要为的就是这个事。看他叔叔只是姑父顺带的事。突然，一辆摩托车载着3个人匆匆驶来，车上下来几个烂仔模样的青年。喂，干啥呢你们？赶紧给我停下！关你什么事啊？操，哪来的老掉毛，敢跟老子这么说话？你们谁家的小孩想干什么？管得着吗你？你们什么人啊？敢动我姨父的桉树，哭得不耐烦了吧？原来是种乡的亲戚啊！这本是我们家的地方，我们都要买回来的。细致，你别生气，不信你打个电话给你姨父就知道了。谁是你细致？少他妈套近乎！我是村里治安队队长，你们随意毁坏人家苗木，这得罚款。你个小逼崽子，你耳聋啊！说了这是我们家地方，我们已经和你姨父谈好了，还罚什么款？一棵树苗300，这里5棵，一共1500。屌你公龟的！你特么抢劫啊！几毛钱一棵的树苗，敢要300？你又是哪冒出来的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是这块地的主人。你是主人？呵呵，我姨父可是有合同的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楚，这是他买下的，这是他的地。少跟我扯这些玩意，这是我阿公的地方，老人走了后我就有份，未经我的允许，我养父私自卖掉，这合同就不成立。少特么废话，今天这钱你们掏也得掏，不掏也得掏。哟，还掏家伙咧！我奉劝你最好收起来，我怕你们被打死。来，我看看你怎么打死我！我眉头一皱，一脚直踢他命根子。另外2人冲上来要打我，我直接干翻了他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操，你敢动我？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我大哥是镇上的林老大，你今天死定了！我给你机会，把你能叫到的人都叫上，老子就在这等着。这会起身，拿出手机叫人，跟人绘声绘色地讲着自己的遭遇。小子，本来1500可以了事，现在看来没个10万8万，这事过不去了。呵呵，那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是哪路神仙能让我过不去。要不要叫陈忠祥过来？不用，狂爷既然出了手，就按他的节奏来办。正说着话呢，一辆破旧轿车就开了过来，车上下来的正是陈忠祥。他怎么会突然赶来？难不成这些小崽子是陈忠祥安排过来闹事的？我一把抢过这货的手机，翻了翻信息，果不其然，我把短信给姑姑和姑父看看。这家伙真不是东西，仗着自己是个村干部，就这么欺负人。狂爷，你这是做什么吗？姨父，这掉毛说这地是他的，他爸卖地的时候他是不知情的，他不认那份合同，还动手打我们。陈狂爷，这地可是有合同的，村里乡里都有见证手续的。今天你未经允许就毁了我家苗木，肯定得赔钱。还有这土坡子，现在我不打算卖给你了，叫你的人赶紧停工。呵呵，玩呢？你说卖就卖，你说不卖就不卖。那我还告诉你了，这土坡子今天老子就要收回来，我看谁能拦得住我。陈狂爷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姨父别急，我已经叫林老大过来了，到时候一棵让他们赔300。办得好，陈狂爷，这里一共45棵桉树，你得赔我13500。我赔你毛线？黄坤，你别狂，现在可不比你那时候的年代啊！一会儿林老大来了，有你们好看。你叫他快点来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你个逼人，比黑社会都黑，3毛的树苗敢要30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傻逼，我们这不就是在抢吗？挑你公龟的，老子飞多了你们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突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，7、8辆摩托车冲着我们的方向驶来，车上下来10几个后生，一个花衬衫高个子青年走在最前面。陈忠祥赶紧上前发言，
这貂毛就是林老大？应该是吧？哪来的逼崽子？镇上混的我都认识，好像没这好人啊。林老大带着一帮人，直接将我和姑父围住了。就是你打我兄弟？是的，够种，说吧，这事你想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笑个鸡巴，给我跪下说话！不好意思，老子硬骨头，没法跪。卧槽，挺有范儿啊！混哪的？混鹏城。鹏城跟谁混的？你他妈查户口呢？打不打？不打一会儿天都黑了。林老大，他们就2个人而已，赶紧干他们，让他们赔我树苗钱。阿伯，社会人有社会人的章法，约架先讲数，懂吗？这些树苗钟响不说13500，现在我来了，那就是2万。你有意见吗？还有你打了我兄弟，这得3万，一起5万，拿来吧。没有，那就是谈不拢了，没得谈。好，那就打。一眨眼，姑父就快速揽住了林老大脖子，刀同时抵在了林老大的脖子上。我看谁敢动！别动，阿叔，冷静。你们到底是跟谁混的？我老大的名讳，你不配打听。他能有什么老大？之前混过凤爪帮而已，那帮会早被取缔了。林老大，咱们人多，你不用怕他。阿叔，你可知道我表哥是谁？说来听听。哼，我表哥也是混鹏城的，说出来吓死你。是吗？那你倒是快说啊！我表哥是镇上林老三。林老三？哪个林老三？呵呵，就是鹏城金凤凰看场子的林云星，林老三，我是他亲表弟。听到这，姑父一把推开了他，看林老大的眼神也由憎恶变成了无奈。我听了也很是无语，闹半天是老三的弟弟，怕了吧？赶紧的，拿5万出来，要不然……那话没说完，我就拨通了老三电话，打开免提把电话递了过去。给你个电话。喂，你是谁啊？这不是我二哥电话吗？三哥，我林雄文啊。你说的二哥是？我二哥就是陈狂野啊，他是我在鹏城的老大，他手机怎么在你这儿？三哥，我闯祸了。林雄文的手下和陈忠祥他们听到这也都害怕起来，惊恐地看着我。我走近2步，对着话筒喊道：“你这表弟带了10几个打手，伙同我们村一个干部，把我跟我姑父围住了，勒索我们5万块钱呢，一棵桉树苗就要我们300块。”我操！林雄文，你是不是想死？信不信我他妈剁了你？我老大你都敢惹，你他妈嫌命长了是吧？三哥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才来镇上没多长时间，哪里知道这是你大哥？三哥你救我！老三，没啥大事，怎么处理我已经有数了。对不住二哥，那是我姨妈的孩子，本来在县里看台球厅的场子的，最近他老板安排他到我们镇上看地下赌场，他还不知道咱们的关系，这小子从小就崇拜我，被我带坏了，回头我教育他。二哥，你消消气。没事，自己人都好说，先挂了。狂野哥，我错了，您原谅我一回，我是真不知道情况啊，我都是那些家伙坑我。你哥和我是好兄弟，那咱们就是自己人，用不着这样，我不怪你。谢谢狂野哥，去给我姑父道个歉。是，阿叔，对不住了，刚才是细致失礼了。算了，没事，都是自己人。狂野哥，要不你还是打我几拳吧，不然我心里怪难受。我们是自己人，自己人怎么能拳脚相加呢？拳头是用来打敌人的，知道吗？狂野哥，我懂了。话音一落，10几个小崽子一拥而上，把陈忠祥和那几个自称治安队的3人团围住。一顿胖揍，我来到人群旁边，就见林雄文拿出了一把匕首，一刀扎进迷惑的大腿。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林老大，你饶了我吧。斌子，你差点害死我，我扎你一刀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林雄文转头一脚踩住陈忠祥的脚，举起匕首就要扎。陈忠祥吓得尿都流出来了。慢，阿文，把刀子收起来。是，谢谢狂野，谢谢。这老瘪犊子以为我在护着他呢。操，阿文，这个土坡是我家的，现在这家伙不认，你说这是？我认，狂野，这就是你家的，我马上给你办手续，把土坡还给你，1分钱不要你的。我操你妈！你以为只是还了土坡子就行了？那你的意思呢，林老大？我操，得赔钱。赔什么钱啊？我都说不要钱，把土坡子送给狂野了，还赔啥钱？这本来就是我哥的地方，还用得着你送？你把我哥的家里人吓到了，得赔他惊吓费。这惊吓费怎么算？你用树苗勒索我哥13500，那我要你个5万块惊吓费，不过分吧？我差点笑了出来，这家伙是个人才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口中的13500和5万这2个数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？明明很无理的要求，他却可以说得很在理的样子，好像有理有据似的。林雄文这人有眼力见，聪明，他能猜到我想什么，而且能不遗余力的去帮我实现我的想法，这是老三没有的能力。加之这人敢干，能屈能伸，还有组织能力，带着一帮子手下，确实是个能人。林老大，这未免也……阿文，人家既然不想给，那就算了，以后你没事多来我们村里走动走动就行了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江湖。狂野哥，我记下了，兄弟们，走，去这老几把家里坐坐去。听说他娶了个新媳妇，小少妇长得挺带劲呢。别，林老大，5万我给还不行吗？家里可有现金？有。上车，带我去拿。陈忠祥坐上了林雄文的摩托，2人回来了。狂野，这事可以过去了吧？阿文，明天辛苦你再走一趟，跟这家伙一起去乡里把手续办一下，把我这个土坡子转回我名下。是。陈忠祥，我大多时候在彭城，回来的少，要是我阿公的坟少了一块砖，丢了一块土，不管是谁干的，我都会怪罪到你的头上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保证绝不会有人动你阿公的坟。去吧。
林老大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也走了。掉毛，把你们身上的钱拿出来，你们就这么些钱？林老大谅解下，我们都是挣一个花一个的主，存不到钱，下回存了钱再孝敬你。滚！狂野哥，这点钱我就不给你了，太寒碜人了，我留着买包烟。我一转头，姑父就知道我想干嘛，我拿了2万出来，拿去跟弟兄们分分。这哪行呢？不要，你这不是骂我吗？叫你拿着就拿着，啰嗦。那行，谢谢狂野哥，谢谢狂野哥。行了，你们都走吧，下周记得到村里晃一圈，继续给陈忠祥上点压力，这样他就彻底老实了。明白，狂野哥。狂野哥，我咋了？狂野哥，你带我们去彭城混吧，我们不想在这小地方混江湖，我们想出头，大城市机会多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小地方没多少的钱，混得好也不见得能发财，没钱就没法出头。你真想跟我？是我跟兄弟们早就想去彭城了，只是苦于没路子。那好，林雄文你听好，我可不养闲人，啥时候你能养活你这帮兄弟，让他们每个月能稳定捞到3000了，我就带你混。我也是学许梦娇那一套，他当时就是给我设门槛，要求我发展的项目要达到朱家兴桑拿项目那样的流水规模，他才会帮我复仇。看似不近人情，但是这也是筛选人才的最好手段。行，这是投名状，我懂。狂野哥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。别蛮干，首先得保证你和弟兄们的安全。明白哥。林雄文跟我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然后带着一帮小崽子离开了。天色渐晚，我跟姑姑和姑父回了镇上。到了姑父家以后，我把剩下的3万交给了姑父，拿去把林叔的钱还了吧。姑父一怔，这回他倒是没拒绝，直接把钱收了起来。吃完饭后，姑父和姑姑去了街上，去看姑父的叔叔，而我则没啥事做，出来街上溜达。前面就是我的初中，从校门口的围栏望去，时光荏苒。邢姐，一个人啊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转头一看，糖水店门口坐着一个女孩，2个流里流气的家伙一左一右在女孩旁边。细细一看，女孩竟是黄小云。邢姐，林森啊，陪我们聊聊呗。你是谁家的姑娘啊？怎么没见过你？滚开！脾气还挺大，哥们就喜欢你这样性格。嘿，干什么呢？他们谁啊？详细是吧？狂野哥，怎么你也在这啊？这2个家伙，我有点印象，就是林雄文的手下。这是我姐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兄弟，长点眼睛，再有下回我可就剁手了。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喝糖水的云姐，买单没？我请你吧。不用了，陈狂野，你别觉得我会感激你。坤叔在我不好当他面说，你记住，我恨你。我无言以对，脸上一阵潮热，很是愧疚。阿珍的死是一道深深的坎，横在我们中间。你该恨我，你骂我，打我吧，有用吗？呵呵，人都没了。云姐她头也不回，走得更快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开着姑父的车，独自去了村里。经过1晚上的加班，阿公的坟已经修好了。我驱车来到村西头阿珍家里，没敢下车，我犹豫了好一阵，还是下了车，走进了院子。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坐在椅子上打盹，那是阿珍的奶奶，看样子好像已经有些糊涂了。我悄悄地把身上仅剩下的2000拿了出来，放在阿婆旁边的桌子上，离开了此地。根据姑姑的描述，我开车到了西边的山坡下，找到了阿珍的坟。她父母把坟修得很好，坟前有张阿珍的照片，看到她笑的样子，我顿时忍不住了，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。我来看你了，天人两隔的遗憾，压得我呼吸都很困难。她是这样理解我，疼惜我，可是我永远的失去了她。放心，阿珍，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。等到姑姑和姑父睡下后，偷偷拿了车钥匙，上车就打算出发。刚打着火，姑父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，直接坐在了副座。姑父，我去县里吃宵夜去，你也要去吗？我只好硬着头皮开车往县里去。到达东门县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半夜2点左右。我在县城街道随意的开着，前面第2个路口右拐。经过几个路口，我竟然到了我的目的地附近。眼前的那个旅馆，就是当年我跟阿珍开房的那个旅馆。姑父竟然知道我要干嘛？你出生没几天就被你阿公抱回来了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还能不知道你小子心里想啥？姑父，他猜得真准。没错，我今晚就是要干这个旅馆的老板。当年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报的警，也是这个老板向阿火透露了我跟阿珍的开房信息，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。如果不是他，阿火怎么可能那么快那么准确的找到我们？如果不是他，那天晚上阿珍就不会出事，没准现在我们都在彭城上班呢。这人必须死！我们悄悄绕到旅馆中间的位置埋伏下来。此处是曾祥胜回旅馆的必经之地，周围一片黑黢黢的，是个下手的好地方。做事一点也不小心，开车出来做事，首先得避开摄像头，知道吗？这附近我早侦查过了，刚才的路线，摄像头只会拍到车子进城，不会拍到我们到过这附近。而且车牌我上午就换过了。行吧，以后办事记得喊上我。你还是嫩了些，记住了。一会儿用这个把人打晕拖走，不要街边动手，安心等着吧。那掉毛每天都要出来宵夜的。忍着，办事得处处小心。你这不是暴露目标吗？知道了。小烂仔，啥也不是。龙叔就没教你这些。教了，像你说的，心乱了。姑父，我给你当儿子吧。净说胡话。我能感觉到姑父笑得多开心。你哥这人，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他惹你不高兴了？倒是惹不了我。我刚出来拿针，陈若甫去找过你姑姑，他言辞犀利的警告你姑姑，别让我来彭城，不然大家亲戚没得做。我出来后，本身是不想再走黑道了，可是这条道走上之后，不是你想退就能退的。过去得罪的人很可能找上门来，不走这路的话，很容易被人欺负。
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报仇的，我得帮你，所以才毅然决然的一出狱就来找寻孟郊了。知道龙叔为什么这么照顾你吗？欣赏我应该不止这一点吧？欣赏肯定是欣赏的，我跟他也有交换，我去帮许孟郊，他就帮你，这是谈好的。龙叔对许家挺重，是，这人是讲义气、重感情的。你觉得许总咋样？我看他对你好像有点别的意思。没有吧？我像你一样看不明白他。肯定有，你是为数不多去过505房的人，朱家兴都没去过呢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平时常给许总开车。有一回，朱家兴问我许总住哪个房间，他有个什么东西要送过去，我没告诉他。许总交代过，不让我透露他的行踪住处。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还有点小确幸。起初我还以为许孟郊对谁都那样暧昧，大晚上把男人带到房间，然后这样那样的，为此我心里还酸溜溜的。如今看来，这女人并不是那么随便的。有机会就大胆拿下，懂吗？啥玩意？装什么装？又不是童男子了，跟上许总，你就直接跨越阶层了，知道吗？到时候就不用刀口舔血了，跟朱家兴一样，早日实现财务自由。叫我吃软饭啊？我不要。再说你不要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说话间，一个中年男子走出了旅馆大门，往远处的夜宵摊走去，正是旅馆老板曾祥胜出来了。果然是他，走，让这家伙多活了几年，今晚他必须死。我望向曾祥胜的位置，他正拿着手机跟什么人打电话，笑得可开心了。我心中顿时怒火燃烧，来人了！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坐到了曾祥胜身边，曾祥胜就开始乱摸起来，女人被逗得花枝乱颤。妈的，他一会儿不会带这个女人一起回旅馆吧？再看看，要是那样，我们就换个时间动手，风险太大。不行，我忍不了，今晚必须干他。忍不了也得忍。我咬着牙怒视着夜宵摊上的狗男女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正当我郁闷的时候，慢悠悠驶来2辆摩托车，2辆摩托车上分别坐着2个人。这帮人居然是林雄文的手下，他们大半夜的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啥呢？只见摩托车电门直接冲向夜宵摊的位置，开到了曾祥胜坐着的位置，一把将曾祥胜身边女人的包包抢了过去。摩托车一轰油门跑。啊，抢劫啊！快，帮我把包拿回来！曾祥胜起身就要追，这时候后面的摩托车到了，后头坐着的长毛露出了手里的匕首。曾祥胜下不敢再追，那个风骚女郎气得直跺脚，眼睁睁看着2辆摩托车扬长而去。被抢之后，曾祥胜已经没有了吃夜宵的心思，女人正抹眼泪哭呢。我的包啊，才买没几天的啊，这帮天杀的！好了，别哭了，人没事就是万幸了，好在有我在这，不然他们就把你人拖走了，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弄走，好不好？还得尸身。这狗东西，经过刚才那么一闹，竟还没有放弃突突这个女人的打算，用各种鬼话骗女人，瘾头是真大。曾总，我那包3000多呢，就这么没了，咋办呀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别难过了。一会儿你走的时候，我多给你200。200哪里够啊？我损失了那么多，怎么的你也得多给我1000。你瞧你说的这话，那损失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怎么能算到我头上呢？不是你约我出来，我也不会被人抢啊！我不管，必须加1000，不然我就不去了。你以为你谁啊？金子做的，还加1000，1毛我都不给你。喂！哼，以后你别找我了。妈的，有钱还怕找不到女人，把我当冤大头呢？这是。话音一落，他就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，四下无人，周围一片黑暗。照着曾祥胜的后脑勺就来了一下，我和姑父合力将人抬进了车里。我们把人抬到了河岸边放下，姑父拿出刀，照着曾祥胜的头抬去，人头落地，又将刀递给我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把他的身体大卸八段，像上次一样将尸体扔入河里。姑父带我撤离了现场。到家后，我躺在卧室里，全然没了睡意。想刚才我跟姑父做事的时候，我的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子的？我当初的愿望是通过求学改变命运，从没想过要混黑道，更没想过要杀人，是很多事推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。狂野哥，你今天回彭城吗？对，好的，我在咱姑父家门口了，你出来下呗。狂野哥，这是我妈自己种的花生，煮熟晒干了的，不是什么值钱玩意，给你们下酒吃。这小子倒是醒目得很，昨晚的行动其实也有赖于他的助攻，要不是长毛等人出现，昨晚不知道啥结局呢。有心了阿文，他把我家小土坡的转让手续交给了我，我认真看了看，村上、镇上的手续都齐全了，没啥问题，辛苦了。嗨，自家兄弟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说完他扭头就走，并没多的废话，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，彼此都体面。姑父拎着一块猪肉刚好回来，来了，在这吃早饭吧。不了，阿叔。饭后到了镇上后，我们接上了黄小云，直接往彭城进发。他还是跟我一起坐后排，仔细一闻，身上还有淡淡的桂花香水味。你昨天去了阿珍家里，还给老阿婆留了2000。是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去看阿珍了，看见你烧的纸了，他家里人跟我说，不知道谁留了2000在家里，我猜就是你。这样啊，谢谢了。嗨，这有啥谢的？老阿婆每天吃药，肖丽霞又要读大学，家里就阿珍父母干农活挣点钱，你这钱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。阿珍弟弟呢？去年淋巴癌死了。车内陷入沉默，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厄运专挑苦命人呐。我心情异常的沉重，很想为阿珍的家庭做些什么。肖丽霞考的什么大学？彭城大学吧，好像那可是个牛逼大学啊，这丫头不简单。云姐，我想拜托你个事可以吗？啥事儿？回头你问问阿珍爸妈的账号，
我每个月定期给他们家汇2000过去，不能让阿夏太苦了。读书就安心读，别让他为学费、生活费那些操心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我陈狂也向来说到做到。这合适吗？这一刻，黄小云看我的眼神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敌意，此时更多的是温和的善意。或许这就是钱的魔力吧。狂爷这么做应该，这是做好事，我支持。云丫头，你回头问了账号走给狂爷，你们留个联系方式。姑父清楚我一直对阿珍有愧，所以想借此机会让我帮阿珍家人，让我心里好受点。那我就替我小姨一家谢谢你了，狂爷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欠阿珍的，能为她的家人做点什么，我很乐意。随后我们俩互相存了手机号码。到了公司刚好是中午吃饭的点，我刚在食堂吃完饭，朱嘉欣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，第一时间给我递上一条假天下。朋友给的，你拿去抽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哈，咱们不是兄弟吗？一条烟怎么了？这兄弟的称呼，我总觉得水分大。不过人家要送我就接着，不能当面驳人面子。游戏厅那边开展的怎么样了？有需要帮忙的就开口哈，跟我没必要客气的。暂时没啥需要帮忙的，都是兄弟们在忙活，我做甩手掌柜的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。正疑惑的时候，老三林云欣的电话进来了。二哥，你回来没？刚回来，咋了？有没有时间来新店这边一趟？这出了点状况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朱总，我这边临时有点事，不能陪你喝茶了。没关系，本来就没啥事的，单纯的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对了，你的驾照到了，放在前台，我帮你收起来了。他把驾照给我，送我出门，然后跟着我下了楼。我本打算打车走，朱嘉欣却拉着我到了停车场，交给我一把钥匙，指了一下一边的大面包车。这车是我跟公司申请来了，以后就给你们项目专用了。这实在是太感谢了，都是为了集团。你们现在有自己一摊子事情了，得有个车才方便。他走后，我认真检查了一下车辆，这辆崭新的面包车，心里多少是有些激动的。刚要上车，就见姑父也来到了停车场，对着一个手下说了几句什么。哟，叶哥，公司给你配车了。朱嘉欣说给我们项目配的，不是给我私人开的。还不是一个样，小心点开，城里车子多。你刚让人去干嘛了？我让他把车子开出去，改个颜色。姑父是真细心，我都没想到这一点。如此一来，曾祥生的事就怎么也查不到我们身上了。哎，姑父，你说这朱嘉欣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啊？狂爷，这个我真说不上来，这得靠你去判断了。反正你小心着点，这人可不是什么善人。姑父说的是。想不明白就别想了，路上要专心开车，平时出门最好带一个人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我发动车子缓缓开出停车场，继续想着刚才的问题。朱嘉欣对我好，肯定不是许梦娇要求的，她一定有什么没说出来的目的。我打算迎合朱嘉欣看看，后面她一定会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的。路上我又接了个小胖的电话，说新开那家游戏厅出了点状况。我告诉他我在来的路上，还随便聊了点。到了新游戏厅对面的马路上，我刚一下车，走没2步就看到左侧一辆车子不断加速向我冲来，这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操！车撞击失败，并没有掉头继续撞我，直接就沿着前进方向逃离了。我本以为没事了，没想到一辆白色面包车又从我的身后窜了出来，我赶紧撒腿就往游戏厅方向跑。面包车见没有了机会，就减缓了速度，一脚油门溜了。老三带着阿水等人赶到了我身边。出啥事了，二哥？我被埋伏了。好，我去干他们。算了，已经跑了。叶哥，出啥事了？阿宽伯，没事，一点小问题。等梁宽走后，知道对方是谁吗？有谁知道你要来这？就你啊，还有小胖。小胖，水哥，你看见小胖没有？刚才还看见的，会不会在店里？老三马上打小胖手机，发现对方居然关机了，于是叫人把游戏厅找了个遍，也没发现小胖身影。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小胖叛逃了。刚才的那场车祸袭击，显然也是小胖出卖了我的行踪。妈的，绝地3尺也要把宋腾飞找出来，老子非剁了他！接上集，我们进了游戏厅，此时我必须保持冷静。我是他们的带头人，我不能慌，不然队伍就乱了。老三，你叫我来什么事？老三梗着脖子，朝着里头的办公室抬抬下巴。我大步向办公室走去。梁宽坐在茶几旁喝茶，见我进来就立马站起了身，看向会议桌，光头阿来正背对着我们坐在那里。我有错，我没看好自己的兄弟，阿来被人给坑了。之前二哥你给我们3人每人发了1万，让我们好好去放松下。那天晚上阿来在金凤凰玩了一夜，交了5个技师，回来猪猪后就说桑拿一点意思没有，除了身体的刺激以外，没有任何的精神乐趣，说自己很后悔。没想到第2次叫阿来去玩的时候，这家伙真的不去了，我还以为阿来转性了，正纳闷呢，就发现阿来跑到福建城去了。街上挂着福建城招牌的，其实就是飞机房，50到80左右的价格，服务半小时左右，妹子都很年轻漂亮，有的挂温州城招牌的，也是一个路数。个别的飞机房除了手还有别的服务，价格会更高些，但一般不涉及深度服务，仅限于半套。老三继续给我讲阿来的事，这阿来在旁边一个福建城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叫菲菲，从此就变了个人。阿来只要一闲下来，就往旁边的福建城钻，去找菲菲。今天一早，梁宽给了阿来8000块钱，叫他去物流中心提一个游戏机回来。结果阿来一去半天没回游戏厅，打电话也不接。老三去旁边福建城找人，发现阿来真在，而且提货用的8000块已经被他花完了。
全都给菲菲了。老三气得半死，打了阿来一顿。很明显，阿来是被风尘女子给骗了。这傻小子没啥文化，没啥社交，平时闷声不响的一个人，自小又常挨父亲的打，又是这个年纪，他渴望女人的温暖，这很正常。不愿意拉着兄弟一把，给他一个机会。阿来是立过功的，过去对我也是信任和支持的，我们是有份情谊在。老三，你去找我姑父借8000，让人先把游戏机提回来，我跟阿来聊聊。不，那倒是用不着，我去提吧，我来出。宽伯，这事是我兄弟做的不对，这钱我出，我还有钱。说罢，老三自己掏了8000出来，安排一个兄弟赶紧去提货。我向老三投去第一个欣慰的眼神，这钱后面我自然会补给老三，但是这会我不会这么说。眼下大家看着，老三需要这样的担当。我来到会议桌，阿来的光头缓缓转了过来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，那种被抽干精血的样子。狂野哥，阿来，你爱过女人吗？爱过好多个，菲菲是我最爱的女人，可是星哥说她是骗子。狂野哥，她是骗子吗？那有女人爱过你吗？有，菲菲，你说说看，她怎么就爱你了？她不嫌弃我的光头，不嫌弃我的出身，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笑盈盈的。她很温柔，会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，什么颜色的丝袜。她还为我拒绝过其他客人，还说她不会亲别人，只会亲我。她是不是还跟你说，她有个爱赌的爸，或者生病的妈，亦或者有个上学的弟弟，破碎的家？狂野哥，你怎么知道？她说的那些都是话术。她是不是每次跟你见面都在店里，从不跟你出来见？因为她要收你钱，只有上班时间才有合理的理由收费。听完这些，我知道她其实已经听进去了，很清楚自己是被骗了。你如果还不相信我说的，你现在就打电话测试一下她。怎么测试？就说你上午给她的8000是公款，现在店里在追究你责任，问她能不能还给你。阿来照做了。阿来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吧？钱我都花了，我哪有钱给你？才给你没多久，怎么这么快就花了？我家里要钱用啊，我马上就寄回去了。那你身上总还有些吧？能不能给我一点？店里等着钱用，很着急，你帮我一点是一点。陈福来，你有病吧？就这样别烦我了，我还要上班呢。菲菲直接挂了电话，阿来眼睛里都是绝望。这时候阿来需要关心，我给他发上根烟。兄弟，回头吧，你身后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呢。女人有的是，等咱们有了钱，什么人找不着啊？你被骗了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个女人太坏，这不怪你。刚才你新哥已经替你把8000块还了，叫人去提货去了。狂野哥，我错了。没事，过去了。狂野哥，我要杀了那女人。不至于，她骗了你多少，咱们加倍要回来就是。说罢，我们出了办公室。好家伙！是野哥，没必要吧？不就是点钱吗？损失了就算了，都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，闹大了以后不好处啊。而且人家不好惹，那老板在芙蓉一带开了酒家负债城，养了10好几个大手呢。梁宽是个软性子，能忍则忍，要不也不会被刘麻子欺负成那样。阿宽伯，我办事有我的章法，你不用担心。要是游戏厅将来有什么损失，都算我陈狂野的。我带着老三、阿来还有阿水等一众兄弟，大白天提着刀，气势汹汹地穿过街道，来到游戏厅后面的工业园旁边。福建城门口站着2个小伙，见了我们一群人后，2个小伙直接朝着店里跑。不一会儿，店里走出来一个中年人，身后还多出来7、8个小伙。给我干！身后的兄弟们一窝蜂地冲了上去，家伙是照着门口那帮人就招呼，无差别攻击，见人就打。福建城这帮小伙子由于应对匆忙，只有几个人手里抓了根镀锌管，几分钟就被我们的人干趴下了。接上级。老三跟阿来把中年男人押到大厅，对方那帮小弟全都抓进来大厅。我们的人把那帮小伙子控制住。你敢动我？你小子是不想在这条街上混了是吧？你就是这的老板吧？没错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白金波是什么人，居然敢动我！有种的你把我放了，咱们光明正大干一场，玩偷袭算什么本事？废话少说，把你们店里那个叫菲菲的女孩交出来。白老板，菲菲呢？陈福来，玩不起是吧？玩不起就别出来玩。我再说一遍，把那个叫菲菲的女孩交出来。真的吓唬我？有本事你动我一个试试，在我面前玩刀，呵呵，老子玩刀的时候。交不交？算你狠！菲菲，赶紧下来！一个女人缩着脖子慢慢走过来，阿来的神情不由一动，不敢跟女人对视。看来扬言要弄死菲菲的阿来，内心还是放不下啊。是她吗？是。过来。那女人慢慢来到我跟前。阿来，你想干嘛？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对你那么好。呵呵，我是福建城的女孩，福建城里的女人都是这样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以为你知道我是骗你的呢，所以配合着你演戏啊。你是客，我为了挣你钱，可不就得哄你高兴，演得更像一点吗？我跟别人也是这样玩的，不聊点情啊的，客人1、2次就腻了。可大家玩归玩，你动真感情就是你不对了，而且你竟然还带人来砸场子，你这是玩不起，你惹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你妈！你个死女人，狗骗子！老三赶紧把阿来拉开，菲菲被打怕了，流着眼泪，不敢看阿来。他一共骗了你多少钱？小2万左右。好，你可真行，有这钱，金凤凰能玩1个月，还不重样，比这货色强多了，真是服了你。给你1分钟，把骗他的钱马上给我拿回来。菲菲不敢迟疑，拿了1叠钱给我，只有1万4，剩下的钱呢？老板分走了，抽屉里有。老三把抽屉全部的钱拿了出来。二哥，一共4万3。兄弟们撤！有种的留下性命。陈狂野，
好，你小子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的人先骗我兄弟，我找你是不应该吗？怎么还想着跟我干一下子？我们不对在先，我认。你把2万拿回去，剩下那些是我的钱，你不能拿。我就拿了，你能怎样？你要是非拿的话，那咱们这仇可就彻底结下了。我既然今天来了，就准备好了跟你结仇。好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有本事你就跟老子光明正大的约一场，时间地点你定，不来的是孙子。明晚12点，秦源网吧后面的篮球场，到时候你得在。接了，我一定来。我带着兄弟们大步离开，我等的就白金波这句话。他不跟我约一架，我还不高兴呢。眼下我们3个游戏厅，一个月估计有18到20万的纯利润。朱家兴的桑拿起码能有60多万的纯利润，差距真不是一星半点，做不到朱家兴的业务规模，我就不能去跟阿火拼。这仇一天不报，我一天不自在。我正发愁去哪里找新的项目呢，白金波惹上我，只能说他命不好。回到游戏厅后，老三把钱交给我，我把他垫付的8000还给了老三，又把阿来被骗的2万给了阿来，剩下万把块了。我拿了5000，剩下的叫老三现场分了，见者有份，梁宽也有一份。狂野哥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惹祸了。没事，以后长记性就好了，别再被这些坏女人骗了。狂野哥，明天真跟他们打吗？那可不就是真打，我话都讲出去了。行，我就问问。看阿水神情，好像不是很情愿似的。但是这些人都是姑父亲自挑选的，应该不会不听我指挥吧？姑父之前的组员我要了5个，剩下5个全都是林志全小组的人。这些人到我这个组来的时候，我都一一跟他什么谈过话的，我感觉他们对我都算服气。虽说我年纪比他们轻一点，可是我本事不见得比他们小。道上混讲究的是实力，有实力人家就服你。正当我纳闷时，之前林志全小组的一个手下李江明说话了：“阿水哥，你是不是怕了？”明仔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兄弟间讲这种话，你不是伤感情吗？我阿水是怂人吗？我说着，阿水直接把 T 恤一脱，露出胸前2道长长的刀疤。这条凤爪帮10几年前那场大火拼留下的，这条我前年在公司门口跟闹事的人打架留下的。你说我会怕？就你有。李江明也把衣服一脱，光膀子露出背上的刀伤。能在这的兄弟哪个没受过伤？我是怕你年纪大了，有老婆后顾虑多了，不然你唧唧歪歪个什么？临阵乱我军心，你想干嘛？明仔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想着今天狂野哥刚刚遇到了埋伏，差点丢人命，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事调查清楚先，然后再去跟白金波干？万一明天暗算狂野哥那帮人也跑来对付我们，搞得我们腹背受敌就麻烦了。而且我也没说啥呀，狂野哥说明天要跟白金波打，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呗，你这担心也是对的，干嘛非整得见不得人似的？话说一半让我们猜，我这不是怕影响狂野哥的威严吗？谢谢水哥的提醒，关于今天袭击我的那些人，我心里大致有数，先放一边不管他们，我们眼下就专心对付白金波就行。还有啊，在座的大多是我的长辈，大家经验都比你我丰富，以后大伙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直说，不要藏着掖着。说错了也不要紧，我陈狂也不是小气的人。龙叔教过我一个道理，叫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我希望听到大家真实的声音。这时候提一下龙叔，其实是想告诉这些长辈们，我是你们前领导龙叔认可的人。这风过无痕的提了一下龙叔，效果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些长辈们一个个脸色都凝重认真起来了。